首先，我们先来下载 Java 的开发工具，我们就在网页上面搜寻 Java JDK， 然后点选进第一个网页 Java Downloads， 点进来之后可以看到目前 Java 的开发工具版本是 21.0.2， 当然你点进来的时候可能是更新的版本，那没关系，我们就安装最新版的。这边特别注意，请你安装21版以上的，不要去安装更旧版的。如果你安装更旧版的，在我们这堂课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好，接着我们在下面就可以选择作业系统，像我现在使用的是 Windows， 那我就点选 Windows。接着呢，我们选择这个 X64 Installer， 然后在这边做下载、存档。这边如果你是苹果电脑的话，就选择 macOS。苹果电脑又分成了 N 系列的晶片跟 Intel 的晶片。如果你是 Intel 的晶片，就安装 X64 Installer 这个；如果你是 N 系列的晶片，就安装 ARM64 Installer 这个。比较新的苹果电脑都是 N 系列的晶片了，所以呢是安装这个。好，下载好之后，我们就直接安装它。这里我就直接下一步，这边是它的安装位置，那我就不去做改动。下一步，好，这样就安装好了。接着我们还要去下载一个整合开发环境，它是可以让我们在撰写 Java 的时候更加的方便，更加的快速。它叫做 IntelliJ，INTELLIJ。一样，我们就是在网页上面做搜寻，然后点进它的官网。那我们这边点选 Download， 它有分成两个版本，一个是要付费的，上面这个 Ultimate 这个版本是要付费的，那我们就使用Community 这个版本 ，Community 这个版本是免费的。好，我们点选 Download， 这边就下载它。好，下载好之后，我们就直接做安装。这里一样，我就直接下一步。那这边是它的安装位置，你也可以去做调整，我就用它的预设值。然后呢，我这边的勾选，我把左上角这个勾选把它勾起来，它是安装好之后会帮我们在桌面上创建一个图示。好，接着呢就直接做安装。OK， 安装好之后，可以看到现在我的桌面上就安装了这个整合开发环境 IntelliJ， 把它打开来。然后呢，我们直接创建一个新的专案，点选 New Project。这边我们可以帮这个专案取一个名字，那假设我把它叫做 Hello。这边的 Location 是可以选择这个专案它的位置，我就使用它的预设值，你要去做修改也可以。那下面我们都使用它的预设值，这边的 JDK 我们就使用刚刚安装的21这个版本 21.0.2。好，那我们就直接 Create 创建它。接着我们就可以来撰写 Java 的程式码啦。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些设定。我到左上角这边，然后点选 Settings。像是这边的文字大小，我们也可以做调整。我们找到左边这栏的 Editor， 然后呢找到 Font。现在文字的大小是13，那假设我想要让它变得大一点，大家看得比较清楚，我把它变成25，然后按下 OK。可以看到文字的大小就变大了。除此之外，我一样再点选左上角，然后找到 Settings。一样在 Editor 这边，我们找到 Color Scheme。那这边我们可以改变外观的颜色。像如果我想要让它变成黑色的话，我可以点选 Dark， 然后一样点选 OK。那这边我按 Yes， 可以看到就变成黑色的了。如果你想要变成其他的颜色，你也可以去做选择。这边有很多种，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看。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暗色系的，所以呢，我选择它。好，这样我们的环境建置就完成啦。接下来我们来撰写第一支程式。上一堂课我们已经创建了一个专案，叫做 Hello。可以看到左上角这边就有一个 Hello。那其实创建一个专案就是创建一个资料夹。我们可以对这个 Hello 点右键，找到下面的 Open In， 再点选 Explorer。这样一来，它就会打开这个资料夹在我们电脑里面的位置。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Hello 的资料夹，我把它打开来，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些档案，也就是这边的这些档案。
那我们主要看到 src 这个资料夹，再把它点开来，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 main 的档案，也就是这边我把它打开来，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main。那这个 main 呢，也就是我们画面右边这里打开的 ，OK， 它叫做 main.java。我们 Java 的程式码就是写在这边，让它去做运行的。这里我可以点选叉叉，它就会把它关闭。那我们要把它打开来，就在这边再点2下，它就会打开来了。好，那我们接着就来撰写第一支程式。可以看到一开始预设它帮我们写了一大堆不知道是什么鬼的东西，那我们先不要管它，全部把它删掉。那其实 Java 呢，就是人类跟电脑沟通的一种语言，像我们会使用英文、会使用中文、法文、德文等等的来做沟通是一样的。Java 也是一种语言，只不过它是人类跟电脑沟通的语言。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跟电脑沟通，让它达到我们想要它做的事情。我们可以使用一个一个的指令，让电脑知道它要做什么。好，那我们就先来学第一个指令，大家先跟着我打，我们打上 void， 然后一个空白 main， 接着呢一对小括号，然后在这对小括号的后面打上一对大括号，接着我们在这对大括号里面做换行，按下 Enter， 再来我们就可以在这对大括号里面打上 system system， 这边特别注意第一个 s 要是大写的，OK， 不能是小写的。然后呢，接着打上点 out， 再写上点 print， 然后一对小括号。接着在这对小括号里面写上一对双引号 ，OK， 一对双引号。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对双引号的中间打上任意的文字。假设这边我打上小白，然后在最后面加上一个分号。这样一来，我们就完成了第一支程式。那要怎么样运行它？怎么样运行这些程式码呢？如果你看到的画面跟我一样，程式码的下方是有红色的波浪 ，OK， 程式码的下方是有红色的波浪的话，我们把鼠标，也就是这个滑鼠放到程式码的任意位置 ，OK， 放到任意位置，然后停留一下，可以看到它会跳出一些提示。那我们找到这边有一个 Set Language Level to 21 Preview 这个 OK， 把滑鼠放到程式码上方，然后停留一下子，它就会跳出提示。那我们点选这个 Set Language Level to 21 Preview 这个点下去，然后呢点选 Accept 接受 OK， 可以看到红色的波浪就不见了。红色的波浪不见之后，我们才能运行我们的程式码。那要怎么样运行它呢？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这边有一个绿色的三角形，点下去。点下去之后，它就会执行我们这边的程式码了。那执行的结果会显示在下面这边。可以看到总共有3行。第一行呢，就是执行程式使用到的一些工具，还有一些档案，我们不用管它。最后一行呢，就是告诉你这个程式运行结束了。所以呢，我们主要看到中间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显示了小白这2个字。为什么会显示这2个字呢？原因是因为我们上面写程式码的地方写了一个指令，我们写了 system.out.print， 然后一对小括号，小括号里面用一对引号包着小白。这个指令的意思就是在告诉电脑，请你印出小白这2个字。所以当我们按下执行之后呢，它就会显示出小白这2个字。如果我把这边改成小黑，然后再按下执行，可以看到这一次显示的就是小黑，因为呢，我们这个指令这一次告诉它要显示出来的，要印出来的是小黑。以此类推，如果我改成小绿再执行，它就会变成印出小绿，显示出小绿。那指令也可以重复使用。比如说，我把这边的 system.out.print 把它复制一份，然后下面打的是小黑，我们再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了小绿、小黑。为什么呢？因为程式是由上而下执行的，电脑先看到了我们写了一个指令，叫它显示出小绿这2个字，所以呢，它就显示出了小绿。接着呢，他又看到我们写了另外一个指令，叫它显示出小黑，它就接着显示出小黑。所以呢，如果这边我再复制一份，这边假设改成
小灰，然后再按下执行，它就显示出了小绿、小黑、小灰。你想要电脑帮你显示出什么，就可以把它写在这对双引号里面。这边我写123。那我们除了按右上角做执行以外，也可以按左边这个三角形 ，OK， 点下去之后点选第一个 Run， 一样它会帮我们执行这边的程式码。可以看到这一次它就显示出了小绿、小黑123，因为这边我把它改成了123。好，这样我们的第一支程式就完成啦。你可以让电脑显示出任何你想要让它显示的东西。至于这边的 void main， 然后一对小括号，接着一对大括号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先不用管它，只要知道我们的指令都要写在这对大括号里面就对了。至于这是什么意思，之后还会再跟大家做介绍。接下来跟大家做个补充，你可能会好奇，我们的程式码一定要这样子写吗？写完一个指令就做换行，写完一个指令就做换行，然后前面好像还有一些空白，一定要这样子写吗？答案是不一定。你可以把所有的指令都写在同一行，像是这个样子，我们把3个指令都写在同一行，我按下执行，可以看到一样是显示出小绿、小黑123，或甚至我把它写在跟 void main 全部都写在同一行，把这边的空白删掉，然后写在同一行，这边也把它写在同一行，我们的程式码只剩一行，我按下执行，可以看到结果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分成这么多行来写，而不是写成一行呢？原因是因为我们这样子写，对人类来说看起来是比较直观的，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有3个指令嘛，比起我刚刚全部都写在同一行，这样子写是看起来更直观的嘛。那这3个指令前面的空白也是一样，这边的空白其实也都可以不用写，我把它都删掉，按下执行，可以看到结果也是一样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前面加上空白呢？这边的空白一般是4个空白键，1、2、3、4，或者是你可以按一个 Tab 键，按一个 Tab 键就代表4个空白。为什么这边我们要加上空白呢？原因也是为了让我们的程式码看起来更直观。前面都加上空白之后，我们可以一眼就看出来这3个指令是包在这对大括号里面的。上一堂课说过，现在我们写的指令都要把它写在 void main 后面的这对大括号里面。那至于这个 void main 是什么意思呢？之后还会再跟大家做解释。总之，为什么前面要加上空白，为什么要做换行呢？都是为了让人类更好的去阅读这些程式码。那我们使用的编辑器 IntelliJ 它也很贴心，当我们在这边做换行的时候，它预设在前面都会帮我们加上空白了，我们就直接打上我们想要写的指令就可以了。再来，大家应该有发现，我们每一个指令的后面都有加上一个分号，每个指令的后面都有加上一个分号，这个分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分号是在告诉电脑，这个指令结束咯。OK， 这边我写了一行指令，在后面加上一个分号，这样电脑就会知道这个指令在这边已经结束了。我在这边又写了一个指令，然后后面写了一个分号，电脑就会知道这个指令在这边结束了。如果我把这个分号删掉，我们再执行看看。可以看到，当我执行之后，下面出现红红的文字，这样表示我们的程式是有问题的。因为我把这边的分号删掉了，当电脑读到这边的时候，它就会继续往下读，直到读到这里的分号，它才认为这2行是一个指令。那实际上这2行并不是一个指令，它是2个指令，所以呢就出错了。那出错的原因在下面，它也会告诉我们。他说在第2行的第27格的位置 ，OK， 第2行的第27格的位置，他认为我们应该要写一个分号才对。OK，IntelliJ 它非常贴心哦，当我们的程式有问题的时候，它都会给我们一些提示。它提示我们在第2行的第27格是不是忘记了一个分号呢？所以呢，我把分号加上去，再按下执行，执行就成功了。就显示出了小绿、小黑跟123，所以为什么这边要加上分号呢？就是让电脑知道我们一个指令在这边已经结束了。再来跟大家介绍注解，我们可以在程式码里面加上注解。什么是注解呢？
我们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是不是会在课本上面做一些笔记？那这个注解就相当于是程式码里面的笔记。既然它是笔记，就代表它是写给人类看的，并不是写给电脑看的。我们可以在程式码里面加上笔记，加上注解，来提醒会看到这份程式码的人一些事情。比如说，我想要提醒会看到这份程式码的人说，这一行会让电脑印出小绿这2个字，那我可以这样子写。我在这边先写2个斜线，然后呢，我就打上我想要提醒的事情。我想要提醒说，下面指令会让电脑印出小绿。OK， 这样子写就是一个注解，就是一个笔记。我们只要先写上2个斜线，就可以在后面写上我们想要做的笔记，我们想要提醒的事情。这样一来，看到这份程式码的人就会知道，这边有一个注解，有一个笔记哦。他在提醒说，下面的指令会让电脑印出小绿。那我们刚刚说了，注解它是写给人类看的，并不是写给电脑看的。所以当我们执行这份程式码的时候，电脑看到了这边有一行注解，它就会跳过去不做运行。因此这边不管有没有写这一行，对我们的程式执行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我们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那我也可以增加很多个注解，比如说我在这里再增加一行注解，然后呢，我提示会看到这份程式码的人说，下面这个指令会让电脑印出小黑。我再按下执行，可以看到这2个注解对我们程式执行的结果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我这边可以再加上一行注解，提示会看到这份程式码的人说，这一行会让电脑印出1、2、3。好，再按下执行，得到的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善用注解在程式码里面做一些笔记。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Java 里面的资料形态。其实程式就是在对一堆的资料做处理跟运算。那资料它又分成了很多种，先跟大家介绍5种，分别是字串、字元、整数、还有浮点数跟布林值。那这5种资料形态分别是拿来代表什么，拿来表示什么呢？我们先看到字串。字串它是拿来表示一段纯文字。OK， 它是拿来表示一段纯文字，比如说一个人的姓名，或是一段介绍，或是一段说明等等的。那它的写法是用一对双引号，然后中间夹着你想要表示的那一段纯文字。比如说我想要表示一个人的人名，假设这个人的人名叫做小绿，那我就把小绿写在这对双引号里面。这个用一对双引号中间夹着一段文字的写法，是不是有点熟悉？我们在上一堂课就已经有遇过了嘛。我们写 system.out.print， 然后一对小括号，在中间写的就是用一对双引号，中间夹着小绿。那我们当时写的这一段呢，就是一个字串。所以我们按下执行之后，电脑帮我们显示出来的小绿，它就是一个字串。那当然，如果你这边改成小黑，它就是一个小黑的字串。按下执行，它就显示小黑。你中间要写英文也可以，假设我要写 hello，按下执行，它就会显示出 hello。那如果我想要表示的纯文字是数字也可以，假设1、2、3、4、5，按下执行也是可以的。OK， 这是第一种资料形态，叫做字串，它是拿来表达一段纯文字。那它的写法呢，是用一对双引号，中间夹着你想要表达的那一段纯文字。好，我把它贴上来，这边我把它改成小绿。OK。那我们第2个要介绍的资料形态叫做字元。字元其实跟字串是蛮像的，它们的差别只是字串它表达的是一段纯文字，那字元呢，它表达的是一个纯文字。OK， 字串是一段，字元是一个。比如说今天我想要表达一个人的姓氏好了，那假设这个人他姓王，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使用字元这个资料形态来做表示。字元它的写法是用一对单引号，然后中间夹着你要表达的那一个字。那一样，如果我想要让电脑显示出王这个字的话，那我可以使用 system.out.print 这个指令。这边我就写 system.out
点 print 这个指令，然后呢后面接着一对小括号，在小括号的中间写上你想要让电脑显示出来的东西。那这一次我想要让电脑显示出一个字元，那这个字元是王的话，我就写一对单引号，中间包着王这个字，最后不要忘记要加上一个分号。好，我们来执行看看。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了小绿，然后呢王。因为程式是由上而下执行的，所以电脑先看到了我们叫它显示出小绿这个字串，所以呢它显示出了小绿这个字串。接着它往下看，又看到了我们叫它显示出王这个字元，所以它就接着显示出王这个字元。这边如果我们想要让电脑显示出小绿之后就做换行，然后再显示出王之后再做换行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个指令，叫做 system.out.println 后面加上 ln。OK， 这个 println 这个指令呢，就是在显示完之后还会做换行，所以这边我也把它改成 println 后面加上 ln。我们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它显示出小绿之后还会做换行 ，OK， 显示出小绿之后会做换行，接着再显示出王，然后呢再换行，可以看到这边是有换行的 ，OK， 如果想要让电脑显示完之后还做换行的话，我们可以使用 system.out.println 这个指令，做换行之后看得比较清楚。好，那这边的字元当然我们也可以写英文字，比如说我想要表达英文字母 A， 那我就写一个 A， 我按下执行，可以看到这边就显示出 A。当然如果你想要表示的是一个数字，比如说数字5，然后我们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就显示出了数字5。那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字元它表达的是单一个纯文字，所以呢，你就不能在这里面写2个或是以上的文字。比如说，我在这边写小绿，那它就是2个字的嘛，它不是一个。我按下执行的时候，可以看到它就出现错误了，它只能表示单一个纯文字。OK， 我把它删掉，剩下一个小字，按下执行，这样子就是可以的。好，这个是字元的部分。再来，我们介绍第3种资料形态，叫做整数。整数就是数字，不过它是没有小数点的数字。比如说，今天我们想要表达一个人的年纪好了，那我们就可以使用整数这种资料形态。假设有一个人的年纪，他是18岁，那我怎么样表示18岁呢？我们就直接写上18就可以了。那一样，我们可以使用 system.out.println 把它显示出来。那我们想要显示出来的是18这个整数，我们就直接写18，外面不需要用一对引号，不管是双引号或是单引号都不需要。好，我们按下执行。可以看到这边就先显示出了小绿，再来小，然后呢18。讲到这边，你可能就会有疑问了。这边我们直接写18，它显示出来的是18。如果我这里写的是一个字串的18呢，不是整数的18，也就是我们把18用一对双引号包起来，再执行一次。可以看到执行的结果好像没有什么两样嘛，它一样显示的是18。那这样整数的18跟字串的18有什么差别吗？虽然它们显示出来的时候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差别是很大的。如果是整数的18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数字的运算，比如说我可以写18加16，我可以做这样子数字的运算，我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得到的结果是34，因为18加16就是34嘛。但是如果这边我拿字串的18加上字串的16，我们再执行一次，可以看到它得到的结果是1816，为什么呢？当我们把字串跟字串做相加的时候，它实际上做的事情是把2个字串连接在一起。OK， 18这个字串跟16这个字串连接在一起，就会变成1816这个字串。OK， 2个字串做相加是把2个字串连接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把2个整数做相加的话，就是做数学的运算。OK， 按下执行，它就得到34。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做其他的数学运算，比如说乘法、除法、减法等等的，也是可以。这边我拿18减掉16，按下执行，就得到了2。那如果我想要做乘法，假设我想要5乘6，这边特别注意，在 Java 里面乘法是用这个星号的。好，我按下执行，就得到30。那除法呢是用这个斜线，假设我做10除以2，按下执行，就得到了5。好，这个是整数的部分，我们可以拿来表达一些数字。那当然有整数就会有小数点的数嘛，那有小数点的数我们把它叫做浮点数，也就是我们下一个要介绍的资料形态。比如说一个人的身高就可能有小数点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浮点数。那它的写法呢，也是我们直接写上这个数字就可以了。比如说一个人的身高是 160.5， 那我就直接写上 160.5 就可以了。我一样把它显示出来，我写 system.out.println 160.5， 好，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了 160.5。 这边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数学的运算，加减乘除等等的。好，这个是第4种资料形态，叫做浮点数，它可以拿来表示有小数点的数。最后要介绍的资料形态叫做布林值，它是拿来表达是或否，或者是真或假。在 Java 里面是用 true 跟 false 来做表示。比如说你想要表达一个人他有没有满18岁的话，如果他有满，你就可以用 true 来做表示。反之，如果他没有的话，你就可以用 false 来做表示。或者是你有一个会员系统，你想要表达一个人他是不是你的会员的话，如果是的话，你就可以用 true 来做表示。反之，如果不是，你就可以用 false 来做表示。那一样，我们可以用 system.out.println 把它显示出来。我先显示 true， 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了 true。那如果想要显示 false， 这边就打 false， 按下执行。OK， 它就显示 false。布林值这个资料形态就是拿来表达是或否、真或假。那它的写法是 true 跟 false。好，那这就是跟大家介绍的5种资料形态，分别是字串、字元、整数、浮点数以及布林值。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变数，或者你可以把它叫做变量，英文是 variable。变数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容器，可以存放我们的资料的一个容器。那我们把资料存放到容器里面之后，就可以使我们更方便的去管理这些资料。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资料储存到容器里面，也就是储存到变数里面呢？首先我们要先设定这个容器要储存的是哪一种资料。我们上一堂课已经介绍过了5种资料形态。假设现在我想要创建一个容器来存放字串这种资料的话，可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先写上字串它的英文名字，字串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string， 所以呢我们先打上 string， 这边特别注意第一个 s 要是大写的，然后接着一个空白，再来我们要帮这个容器帮这个变数取一个名字。假设我这一个变数想要存放的是一个人名好了，那我就把它取名叫做 name N-A-N-E， 接着呢再一个空白，然后写上等号，再一个空白，然后把你想要存放的那一个资料写在这里。我想要存放的资料假设是小绿这个人名，那我就把它打在等号的右边，最后不要忘记加上一个分号。这样子写呢，就是我们创建了一个可以存放字串的容器，可以存放字串的变数，叫做 name。然后我们把小绿这个字串存放到 name 这个变数里面，存放到 name 这个容器里面。那存放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来使用这个容器来使用这个变数了。比如说我想要把它显示出来，我就写 system.out.println。然后这边我就直接写上容器的名称，也就是变数的名称 name。我这样子写呢，就相当于是在小括号里面写上小绿这个字串，因为现在 name 这个容器这个变数里面存放的就是小绿这个字串，所以我这边这样子写就相当于是写小绿这个字串。
OK， 我们执行看看。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了小绿。那如果我把这边改成小黑呢？我这边改成小黑，就相当于 name 这个变数这个容器里面现在存放的是小黑这个字串，然后我又在下面显示出了 name， 现在 name 就代表小黑这个字串，因为 name 现在存放的是小黑这个字串，所以现在当我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它显示出来的就是小黑。OK， 我们可以把资料存放到容器里面，存放到变数里面，然后再拿来做使用。那这边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变数要先做定义才可以做使用。我们在上面先定义了 name 这个变数，让它里面存放小黑这个字串，接着在下面才可以使用 name 这个变数。你不能反过来，先使用了 name 这个变数，下面才做定义，这样我们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就发生错误了，因为程式是由上而下执行的。电脑会先看到这一行，它看到了我们使用 name 这个东西，但是在这个时候，它根本就还不知道 name 这个东西是什么，所以呢就会发生错误。我们要反过来，先做定义，这样电脑它先看到了这一行，它知道 name 是一个变数，是一个容器，里面存放的是小黑。接着它再看到这一行，就会知道这个 name 里面存放的是小黑这个字串，这样按下执行就会是正确的。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变数要先做定义才可以做使用。再来，我们也可以改变变数里面存放的资料。现在 name 这个变数里面存放的是小黑这个字串，如果我想要把它改成存放小黄这个字串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做。我就打上变数的名称，然后再让它等于，我想要改成存放小黄，我就打上小黄。好，这样子写完之后，从此刻开始 name 这个变数里面 name 这个容器里面存放的就是小黄这个字串，所以如果我在下面再写上 system.out.println， 然后把 name 这个变数把它显示出来，我们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它先显示出了小黑，再显示出小黄，为什么呢？因为程式由上而下执行，电脑先看到了我们创建一个变数叫做 name， 里面存放的是小黑这个字串，接着我们把 name 这个变数显示出来，现在存放的是小黑这个字串，所以呢它就显示出了小黑。接着我们又把 name 这个变数里面存放的资料改成了小黄这个字串，然后我们又把 name 这个变数把它显示出来，这个时候它里面存放的资料已经被改成了小黄这个字串，所以这边显示出来的就会是小黄。OK， 那我们也可以再改动很多次，你想要改动几次都可以。假设我再把 name 这个变数里面改成小灰这个字串，然后呢，我们再把它显示出来。name 这个变数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它就显示了小黑、小黄、小灰，因为一开始是小黑，然后呢被改成了小黄，接着又被改成了小灰，你想要改变几次都可以。好，再来我们也可以创建容器，创建变数去存放其他种资料。假设我想要存放字元的话，一样一开始我们要先设定这一个变数，这个容器要存放的是哪一种资料，那我们要先写上它的英文。如果要存放字元的话，就要写上 char， 所以我先写上 char， 接着帮这个变数，帮这个容器取一个名字。假设现在我想要存放一个姓氏，那我把这个变数取名叫做 last name， 然后呢，让它等于王这个字元，最后不要忘记加上分号。这样子写呢，就是我们创建了一个存放字元的容器，存放字元的变数叫做 last name， 然后我们在里面存放的是王这个字 ，OK， 一样存放进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做使用了，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变数了。假设我想要把它显示出来，我就写 system.out.println， 然后变数的名称叫做 last name。我们按下执行，可以看到这边就显示出了王。一样，我们也可以改变这个变数里面存放的字元。假设我想要把它改成黄这个字的话，
那我就写 last name 等于黄。好，改变之后，我们再把它显示出来 ，system 点 out 点 print line last name， 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它就先显示了王，再显示黄，因为我们把它改成了黄这个字。再来，如果我们想要用变数来存放整数这种资料的话，那我们要先写上 int，我们就先打上 int， 然后帮这个变数取一个名字。假设现在我想要存放的是一个人的年纪好了，那我就把它叫做 age， 然后让它等于，假设这个人18岁，我就写18。好，这样子就是创建了一个存放整数的变数，存放整数的容器叫做 age， 然后我们在里面存放的是18这个整数。存放进去之后，一样就可以做使用啦。我们就写 system 点 out 点 print line 把它显示出来，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就显示出了18。同样的，这边我们也可以把变数里面的值做改动。假设我把它改成25，然后再把它显示出来，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就变成了25。好，再来，如果你想要存放浮点数的话，那你一开始要先写 double， 我们先写上 double， 然后呢，帮你的变数取一个名字。假设这边存放的是一个身高，那我把它叫做 height，H-E-I-G-H-T， 然后让它等于我们的身高，假设是 160.5。好，这样子设定好之后呢，这样定义好之后就可以拿来做使用。一样，我把它显示出来。叫做 height， 按下执行，就得到了 160.5。那同样的，你也可以把里面存放的值做改动，这边我就不演示给大家看了。再来，如果你想要存放布林值的话，你想要创建一个变数来存放布林值的话，你要先打上 boolean boolean， 接着帮它取一个名字。假设我现在要存放的是一个人是否是男性好了，那我把它叫做 is male。那假设这个人是男性，我就让它等于 true。好，那设定好之后，定义好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变数，一样，我把它显示出来 ，system 点 out 点 print line， 然后呢，我们的变数叫做 is male， 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了 true。那如果这边它不是男性的话，我让它等于 false， 再按下执行，它显示的就会是 false。好，这个就是变数，我们可以创建变数，或者你可以说创建一个容器来存放资料，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拿来做使用。好，那我刚开始有说变数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管理资料，怎么样个好管理法呢？我举个例子。我先把上面的这些程式码都把它注解掉，这样不会影响我们等一下程式的运行。如果你想要快速的把程式码注解掉的话，你可以把你想要注解掉的程式码选取起来。OK， 选取起来之后，如果你是 Windows 系统的话，你可以按 Ctrl 加上斜线；如果你是 Mac 的话，可以按 Command 加上斜线。这样就会快速的把程式码全部注解掉。那你再按一次，它就会把这些注解取消掉。OK， 好，我先把上面的程式码都注解掉，然后我把这边的程式码注解把它删掉。假设这边我有4行程式码是印出有关小白的一些资讯，我按下执行。它印出了4行小白的资讯，分别是有一个人叫小白，小白今年25岁，小白身高179公分，刚刚小白去上厕所。好，假设现在小白这个人他已经改名了，改名叫做小黑，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要这样一行一行的去改，把小白都改成小黑 ？OK， 这边也改成小黑，全部都改成小黑，然后按下执行，这样显示出来的才会是小黑、小黑、小黑、小黑嘛？那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这样子做有点没效率？小白他改名叫小黑，我们就要到程式码里面一行一行的去找，找到小白，把它改成小黑，一行一行的去找，找到小白，改成小黑，改成小黑，改成小黑。现在我们的程式码是只有4行哦，
如果我们的程式码有100行、1000行，甚至是10000行的时候，你觉得你还有办法这样子改吗？不太可能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变数来让我们更方便的去管理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变数来存放小黑这个人名。那我们想要创建一个变数来存放小黑这个人名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因为小黑是一个字串嘛，所以呢，我们先写上 string string， 接着呢，帮这个变数取一个名字，因为它是存放一个人名，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做 name， 然后让它等于小黑这个字串。创建好变数之后，就可以拿来做使用了。我可以把下面这边改成这个样子，有一个人叫小黑，我把它改成有一个人叫，然后加上 name 这个变数。因为现在 name 这个变数，它代表的是小黑这个字串嘛，它里面存放的是小黑这个字串，所以相当于我是写这个样子，有一个人叫这个字串加上小黑这个字串。那大家还记得字串加上字串，它就是字串连接在一起嘛，所以相当于它会把它做连接，变成有一个人叫小黑 ，OK， 所以这边我可以把它改成这个样子，让它加上 name 这个变数，这边也可以把它改成 name 加上后面这个字串，然后这边也是 name 加上后面这个字串。那这边的话就是刚刚这个字串去加上 name， 然后再加上去上厕所这个字串 ，OK， 我们按下执行，可以看到显示的结果是一样的，有一个人叫小黑，小黑今年25岁，小黑身高179，然后刚刚小黑去上厕所。如果现在小黑这个人他说他想要改名改成小白的话，那我们还需要一行一行的去做改动吗？不需要，我们只要把变数的这个地方把它改成小白，把它改成存放小白这个字串就可以了。我们再按下执行，可以看到下面就全部都改成了小白、小白、小白、小白。因为只要变数里面存放的值做改动，下面这边使用到变数的地方也都会跟着做改动。这样是不是就比刚刚一行一行的改有效率多了嘛？现在如果小白这个人他想要再改名，假设他想要改成小绿，我就在这边把它改成小绿，按下执行，下面每一行的地方也都会跟着做改动。好，我把这边先都注解掉，再来跟大家介绍变数的命名规则。变数的名称也不是我们可以随便乱取的哦，它有3个命名规则。第一点是它只能是字母、数字，还有底线以及前字号的组合。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出现一些奇怪的符号。像是我可以创建一个变数，假设这个变数是存放字串，那我把它取名叫做 name， 然后呢让它等于小绿这个字串。这样子的取名就是可以的。我们把变数的名称取名叫做 name， 它都是字母嘛。这边如果我再帮它加上数字，然后底线前字号，这样子也都是可以的。我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它没有发生错误，因为我们的变数名称是字母、数字，还有底线以及前字号的组合。但是如果我这边出现一些奇怪的符号，比如说我打一个惊叹号，好，我再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就发生错误了。或是这边我打一个小老鼠，再按下执行，可以看到也发生错误了。所以呢，变数的名称是不能有一些奇怪的符号的。再来，命名规则的第2点是开头不能是数字。比如说这边我开头打一个1，这样子就是不行的。我按下执行，可以看到一样发生错误。再来，第3点是不能是保留字。什么是保留字呢？保留字就是有一些单字在 Java 里面已经有特殊的意义了，那我们就不能使用它当做变数的名称。比如说我们上面学到的 char、int 或者是 double 啊 boolean 都是不行的，它们都已经在 Java 里面有特殊的意义了。所以这边如果我把它取名叫做 char， 我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就发生错误了。或者是我把它取名叫做 int， 它也是保留字，按下执行，也发生错误。double 跟 boolean 也是不行的，这边就不演示给大家看了。那保留字还有哪些呢？
之后的课堂还会跟大家慢慢介绍到。好，再来第4点跟第5点呢，是我们变数命名的习惯。如果你的变数名称只有一个单字的话，我们习惯会把它全部都写成小写的。比如说你的变数名称叫做 h， 只有一个单字，那我们就全部都是小写的。那如果你的变数名称有2个单字的话，它是2个单字组在一起的话，我们会习惯第一个单字开头是小写的，然后第2个单字开头是大写的。那如果你有3个单字的话，从第2个单字开始，它的开头我们都习惯用大写的 ，OK？ 像这边有3个单字，那从第2个单字开始，它的开头我们都会用大写的。以此类推，如果你有4个单字，就是从第2个单字开始，它的开头都是大写的。这是我们 Java 变数命名的习惯。再来第5点是，把你的变数名称取得有意义一点，不要取一些没有意义的名字。比如说，你把一个变数取名叫做 A， 取名叫做 B， 取名叫做 C， 这样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这个变数代表的是什么，它是什么意思。像我们上面，如果这个变数储存的是一个人名的话，那我就把这个变数取名叫做 name， 这样一看就知道这个变数里面存放的是人名嘛。再来，如果这个变数里面存放的是一个姓氏，那我们就把变数的名称取名叫做 last name， 这样就很清楚明了了嘛。或者是如果存放的是年纪，我就把它叫做 age， 存放的是身高，我就把它叫做 height， 存放的是否是男性，我就把它叫做 is male。OK， 我们尽量把变数的名称取得有意义一点，这样一看就会知道这个变数存放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什么。好，以上就是变数的命名规则以及一些习惯，所以我们可以善用变数来储存资料，也更好的去管理资料。接下来我们来做个资料形态的补充。我们之前说整数叫做 int， 浮点数叫做 double，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创建一个变数来存放整数的话，我们可以先写 int，然后帮变数取一个名字，接着呢就可以把整数存放进去了。那一样，如果我们想要创建一个变数来存放有小数点的数，也就是浮点数的话，我们可以先写 double， 接着帮这个变数取一个名字，然后呢就可以把有小数点的数把它存放进去了。但是其实整数的资料形态不是只有 int 这一种，浮点数的资料形态也不是只有 double 这一种。它们根据能储存的范围以及精准度又分成了很多种，像是整数的资料形态其实还有另外3种，分别叫做 byte、short 还有 long。那 byte 呢，它可以储存的范围是最小的，它能储存的整数范围只能在-128到127。short 呢，则是可以储存-32768到32767之间的整数。那我们之前介绍的 int可以储存的范围是在-21亿多到21亿多之间的整数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你需要储存更大的数字的话，则可以使用到 long 这种资料形态，它可以储存的范围非常的大，它可以储存-922多，这我就不算给大家看了，到922非常的长。所以其实整数的资料形态不是只有 int 这一种，还有 byte、short 还有 long，只是我们最常用到的是 int。 那浮点数也是，不是只有我们之前介绍的 double，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叫做 float。 那 float 这种浮点数，它可以储存的精准范围是到小数点下7位左右。那 double 呢，它可以储存的范围大概在小数点下15位左右。好，接着我们就来使用看看新介绍的这些资料形态。我先把下面这2行把它注解掉。这边我创建了一个变数叫做 num1， 那它储存的是 int 这种资料形态，我现在储存18，然后把它显示出来，我按下执行。OK， 可以看到它就显示了18。现在如果我想要创建一个变数，里面存放的是 byte 这种资料形态的话，那一样我们在一开始先写上 byte， 接着帮你的变数取一个名字，假设我也把它叫做 num1， 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等号的右边写上你想要存放的值。假设我一样存放18，然后把它显示出来，按下执行。可以看到一样显示18，但是这边要特别注意 byte 这种资料形态，
它可以储存的范围只有在-128到127之间，所以如果这边我存放一个188，那显然已经超过127了嘛，我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就发生错误了。如果这边我是-129，一样也超出了这个范围了，所以我按下执行也会发生错误。如果我想要储存这个范围以外的整数的话，那我可以考虑用 short、int 或者是 long 这3种资料形态。像是这边我就可以用 short， 一样先打上 short， 然后呢帮你的变数取一个名字，接着在等号的右边就可以写上你要存放的那一个数字。好，现在我按下执行，就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因为-129是在-32768跟32767之间的。但是一样，如果这边我超出了这个范围，假设我打32768，这样就超出了这个范围了嘛，我按下执行，一样发生错误。那超出了一样，我们可以使用更大的，可以使用 int 或者是 long， 这边我把它改成 int， 再按下执行，就正确了，就没有问题。那如果我再超出这个范围的话，这边是21亿多嘛，那我就打一个22亿多，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10亿。好，现在我按下执行，一样发生错误。如果我想要储存这么大的数字的话，就可以考虑使用到 long 这种资料形态了。前面打上 long。那特别注意，在使用 long 这种资料形态的时候，我们要在数字的后面，数字的最后面再加上一个大写的 L。OK， 如果使用 long 这种资料形态的时候，要在数字的后面再加上一个大写的 L。好，现在我按下执行，可以看到就是正确的了。所以其实整数根据它可以储存的范围，又分成了很多种不同的资料形态。讲到这边，你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啦。既然 long 这种资料形态是可以储存最大的范围，那为什么我们不都使用 long 这种资料形态就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边能储存越大范围的资料形态，就代表它占我们电脑的空间是越大的。那反之，能储存的范围越小的资料形态，就代表它占我们电脑的空间是越小的。所以 long 这种资料形态相较于其他3种占的空间就最大，那第二大的是 int， 第三大的是 short， 最少的是 byte。如果你不管数字多大都使用 long 这种资料形态来做储存的话，就会浪费很多电脑的空间，所以才会把整数又分成了这么多种。不过我们通常为了方便都会使用 int， 除非你有一些特别的需求，比如说你要储存特别大的数字才会使用到 long。或者是你需要做空间的节省才会使用到 byte 或者是 short。好，再来浮点数的部分也分成了2种，分别是 float 跟 double。那 float 可以精准到小数点下7位左右， double 可以精准到小数点下15位左右。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创建一个变数拿来储存 double 这种资料形态的话，那我们前面就先写上 double， 接着帮变数取一个名字。这边我储存的是 160.5， 然后把它显示出来，按下执行，就显示了 160.5。那如果我想要创建一个变数来储存 float 这种资料形态的话，就在前面先打上 float F-L-O-A-T。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你使用 float 这种资料形态，要在数字的最后面加上一个小写的 f。OK， 我按下执行，它就显示了 160.5。讲到这边，你可能就会有同样的疑问啦。既然 double 它比较精准，那我们就都使用 double 这种资料形态就好啦。为什么要有 float 呢？原因跟上面一样 ，float 它虽然精准度比较小，但是它占我们的电脑空间是比较少的。那反之 double 它比较精准，但是它占我们电脑的空间是比较多的。OK。不过通常为了方便，在使用浮点数的时候，我们会习惯使用 double 这种资料形态，就跟上面整数的时候我们习惯使用 int 是一样的。这边打星号代表我们习惯使用的。OK， 好，这就是跟大家做了资料形态的补充。整数跟浮点数其实又分成了很多种，还有 byte、short、long 以及 float。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怎么样去取得使用者的输入。比如说现在我可能想要取得使用者他的姓名，那我可能会写 system 点 out 点 print line， 然后我就叫他请输入你的名字。好，我按下执行，这边就会跳出一行，请输入你的名字。那我们要怎么样让使用者去做输入呢？这边我们可以使用 Java 的扫描器。要使用 Java 的扫描器，我们要在程式码的最上面先写上 import java 点 util 点 scanner scanner。OK， 我们要先写上这一行，我们要先写上 import java 点 util 点 scanner。这样子写是什么意思？详细之后还会再跟大家做介绍。大家只要先知道，我们这样子写就是引入 Java 的扫描器。OK， 引入好扫描器之后，接着我们就可以来创建它。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扫描器。要创建扫描器，我们要先写上 scanner scanner， 特别注意 S 要是大写的。这边的 scanner 就跟我们上面在引入的时候写的 scanner 是一样的。再来就跟创建变数一样，我们要帮扫描器取一个名字。这边我就把它取名叫做 scanner scanner。 那这边的 S 我用小写的，然后呢等号右边的值呢，我们就要写上 new scanner， 然后一对小括号，在小括号的中间写上 system 点 in。OK， 这样子我们就成功的创建了一个扫描器。详细这样子写是什么意思，之后还会再跟大家做介绍。大家只要先知道我们这样子写就是创建了一个扫描器，然后我们把它取名叫做 scanner。 当然这边你想要取别的名字也可以，比如说你想要叫做 scanner 1， 或者是你想要把它叫做 ABC 都是可以的。那这边命名的规则就跟变数一样。好，我把它叫做 scanner。所以我们想要取得使用者的输入，就要先创建一个扫描器。那要创建扫描器，我们就要先引入 Java 的扫描器。OK， 这一行就是在引入 Java 的扫描器。引入好之后，我们才可以创建它。OK， 才可以创建扫描器。那这边创建了之后，我们把它叫做 scanner。OK， 创建好扫描器之后，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来扫描使用者的输入了。这边我们可以这样子写，我们就写 scanner 点 next line， 然后一对小括号，最后不要忘记分号。这个 scanner 也就是我们上面创建的这个扫描器，我把它取名叫做 scanner 嘛。所以呢，我先写上扫描器的名称，然后点 next line 一对小括号，这样子写就可以扫描使用者的输入。我们执行看看，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程式是还没有结束的哦。我们看到右上方，它还是在执行当中的哦。那它现在卡着，它在等什么？就是在等我们的输入，在等使用者的输入。我可以在这边假设我输入123，那输入好之后就按下 Enter。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程式才结束，看到右上角程式才结束。这行 scanner 点 next line 就是会把程式卡住，直到使用者输入为止。那我在这边输入的123去哪里了呢？在这边使用者输入的东西会回传到扫描器呼叫的地方。OK， 再讲一次，在这边使用者输入的东西会回传到扫描器呼叫的地方。那我们扫描器呼叫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做呼叫，让扫描器去做扫描。所以呢，使用者输入的东西就是回传到这边。那回传的意思就是覆盖的意思。也就是说，使用者输入的123会覆盖过这一段，变成这个样子。OK， 变成一个字串的123。那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把使用者的输入把它储存起来？因为使用者的输入会覆盖过我们原本扫描器的呼叫嘛。那既然它会覆盖过去，这边我们就创建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假设我创建一个变数叫做 name， 然后让它等于这边扫描器的呼叫。因为使用者的输入会覆盖过这边扫描器的呼叫，所以我这边输入123相当于这边会覆盖过变成123这个字串，那就相当于我们把使用者的输入123这个字串储存到 name 这个变数里面。OK， 好，那接着呢，已经储存进去之后，我再把它显示出来看看。
把这个变数 name 显示出来。好，我们按下执行。现在他说，请输入你的名字，然后呢，程式就卡着了，它在等待我们的输入，也就是卡在这一行，它在等待我们的输入。那这边我输入我的名字小白，按下 Enter， 可以看到它又显示出了小白，然后程式结束了。这边的绿色小白是我们刚刚的输入，那白色的小白则是电脑印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输出的结果呢？我们整个程式来顺一次。程式是由上而下执行的，所以电脑先看到了这一行，我们引入了一个扫描器，接着创建了一个扫描器，然后把它叫做 Scanner， 然后我们叫电脑帮我们印出请输入你的名字 ，OK， 它就印出了请输入你的名字。再来，我们利用刚刚创建的扫描器去扫描使用者的输入，并且把它储存在一个变数里面，这个变数叫做 name， 然后它就会卡在这边等待使用者的输入。那我输入了小白这两个字，所以呢，这边就会被覆盖过去，变成小白这个字串，并且呢，把它储存到 name 这个变数里面。然后接着我们又把 name 这个变数把它印出来，name 这个变数现在里面储存的是小白这个字串，所以呢，就印出了小白。OK， 整个流程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边使用者输入完他的名字之后，我把它储存到变数里面，接着我可以跟这个使用者打个招呼，我说你好，然后加上使用者输入的名字。OK， 我们再执行一次。现在他说请输入你的名字，然后卡着等待我的输入，我输入小白，按下 Enter， 可以看到它就显示出了你好小白。因为我们这边显示出来的是你好这个字串，再加上上面 name 储存的名字，那也就是小白，所以呢显示了你好小白。这边我也可以让扫描器扫描多次，比如说我还想要取得使用者的年纪好了，所以呢我在这边印出请输入你的年纪，然后呢我就再使用一次扫描器，我写 scanner 点 next line 来做扫描。那这一次使用者的输入是年纪，我一样把它储存在一个变数里面，我把它叫做 age， 然后呢把它显示出来，一样我写 system 点 out 点 print line， 把使用者输入的 age 也就是年纪把它显示出来。那我把它的年纪加10岁看看。好，我们来执行一次。一样一开始请输入你的名字，在这边它等待我们使用者的输入，我输入小白，按下 Enter， 它就跟我打招呼了，他说你好小白。接着呢他又说请输入你的年纪 ，OK， 请输入你的年纪，然后就在这边卡着了，等待使用者的输入。假设这边我输入我18岁，然后按下 Enter， 可以看到它输出的结果是1810，好像跟我预期的结果不太一样。我希望的是使用者输入他的年纪，假设18岁，然后把它加10岁之后显示出来，也就是我希望这边显示28才对。为什么会显示1810呢？原因是因为这边储存下来的年纪，储存下来的这个 age， 它是一个字串 ，OK， 这个18它不是数字的18，它是一个字串的18，像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拿一个字串的18去加上数字的10，如果你拿一个字串加上一个数字的话，这个数字会自动被转换成字串 ，OK， 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就会变成两个字串去做相加，那两个字串做相加，也就是把这两个字串连接在一起的概念，就会变成1810这一个字串 ，OK。那如果我想要让这边的 age 是一个数字，是一个整数的话，是不是我们把这边的资料形态改成 int 就可以了呢？好，这边我改成 int 之后，我们执行看看，可以看到发生错误了。为什么会发生错误呢？原因是因为我们使用的 scanner 点 next line 这个指令，它预设不管使用者输入什么，都会当成字串来看。不管你使用者在这边输入的是123，或者是小白，它都会当成字串的123，或者是字串的小白来看。那既然它是字串，我们就不能使用整数 int 这种资料形态来做储存，这是这边为什么会发生错误的原因。
如果我们想要用扫描器来扫描使用者输入的整数的话，这边我们可以写 scanner 点 next， 把这个 line 改成 int next int。OK， 这样一来，使用者输入整数18的时候，它就会当成整数的18来看。OK， 就不会是字串的18。好，那这样它是整数的18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储存在 int 这种资料形态里面了。好，那储存进去之后，我再把它加10印出来，我们再执行一次。请输入你的名字，我输入小白。好，他跟我说你好小白，接着请输入你的年纪，我输入18。这次就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了，18加10等于28。因为现在我们输入的这个18，它就会当成整数的18来看了，像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再执行一次，他说请输入你的名字，我输入小白，他跟我打招呼，然后呢，请输入你的年纪。这时候如果我随便乱打，我不是打一个整数，如果打的是你好，按下 Enter， 可以看到一样发生错误。因为这个时候它只接受使用者输入的是整数 ，OK， 那我输入一个奇怪的字串你好，那当然就会发生错误了。我再执行一次，他说请输入你的名字，我输入小白，他跟我打招呼，然后请输入你的年纪，假设这一次我输入50岁 ，OK， 他就加10岁变成60，然后把它显示出来，没有问题。再来，假设我还想要让使用者输入他的身高好了。我把这边整个复制一份，然后我把它改成请输入你的身高。那这边呢，我把变数的名称改成 height， 然后一样把它显示出来。这边我把它前面加上一个字串，写的是你的身高，然后冒号，再加上使用者输入的身高。好，那我们来执行一次看看。请输入你的名字，我输入小白。他跟我打招呼，然后叫我输入年纪18，得到28。接着请输入你的身高，假设我的身高是160公分，他就把它做相加嘛，把字串你的身高冒号加上我们刚刚输入的160，就相当于这边会覆盖过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这边就是加上160这个数字。我们刚刚说了，你拿一个字串跟一个数字做相加的话，那个数字会被转换成字串，所以相当于会变成160这个字串跟你的身高这个字串做相加。那两个字串做相加就是连接在一起 ，OK。好，那我们再来试试看，假设我的身高是有小数点的，我按执行，你输入你的名字，我输入小白。跟我打招呼，我输入年纪18，得到28，请输入你的身高，假设我是160.5公分，按下 Enter， 又发生错误了。为什么会发生错误呢？原因是因为我们使用的 scanner 点 next int 这个指令，它只接受输入的是整数，但是我们这边输入的160.5是一个浮点数了，是有小数点的数。如果我们想要取得使用者输入的浮点数的话，我们可以把这边的 next int 改成 next double，OK， 改成 next double。那一样，前面的资料形态就不能使用 int 了，我们一样把它改成 double。好，那我们再执行一次。你的名字我输入小白，然后我的年纪我输入18。再来输入你的身高，我输入160.5，这一次就没有问题了，它显示你的身高160.5。如果我们想要取得使用者输入的浮点数的话，可以使用 scanner 点 next double 这一个指令。好，所以以上就是如何去取得使用者的输入。首先，我们要在最上面去引入扫描器。那这个写法是什么意思？大家先不用担心，之后还会再跟大家做介绍。引入扫描器之后，我们就可以去创建扫描器，然后帮它取一个名字。这边我把它取名叫做 scanner。一样，这一行详细是什么意思，大家先不用担心，之后还会再跟大家做介绍。你只要先知道，这边就是创建一个扫描器，然后把它取名叫做 scanner。接着呢，你就可以利用它去做扫描使用者的输入。
如果你想要取得使用者输入的字串的话，那就在后面使用 next line 这个指令。那如果你想要取得的是使用者输入的整数，那就使用 next int 这个指令。如果你想要取得的是一个浮点数，也就是有小数点的数的话，则可以使用 next double 这一个指令。OK。接下来我们利用之前所学的来制作一个 BNI 计算机。BNI 就是一个衡量你的体重是不是在正常范围的一个数值。那它的计算公式是拿体重单位是公斤去除以身高的平方，身高的单位是公尺。那制作完的 BNI 计算机执行起来会像这样。一开始它会请你输入你的身高，然后单位是公分。假设我的身高179.5。好，再来，它叫你输入体重，单位是公斤，我的体重假设70公斤。输入完之后，它就会计算出你的 BNI 数值，然后告诉你我的 BNI 数值就是 21.725 多。好，我们再试一次。身高假设我 160.5， 体重假设60公斤。它就计算出 BNI 是 23.29 多。这就是我们这堂课要做的 BNI 计算机。你可以先把影片暂停，根据之前所学的，先试着自己做做看。好，希望你已经自己尝试过了，我们就来做啦。要制作这样子的 BNI 计算机，我们需要使用者输入他的体重跟身高嘛，所以呢，我们要取得使用者的输入。那要取得使用者的输入，我们就需要引入扫描器。所以我们先写 import java 点 util 点 scanner。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来做创建。这边我们就写 scanner， 然后帮它取个名字，我把它取名叫做 scanner 等于 new scanner， 然后在小括号里面写上 system 点 in。好，接着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扫描器去做扫描了嘛。那这边我们想要扫描的，我先让使用者输入他的身高好了。那身高有可能有小数点嘛，所以呢，这边我就写 next double， 让它去扫描一个浮点数，然后我把它储存在一个变数里面，把它叫做扫描身高，我把它叫做 height， 接着就直接把它显示出来 system 点 out 点 print line height。那这边我们要先提示使用者他要输入的是什么嘛，所以这边我先在一开始显示出请输入您的身高。那一般我们身高不会直接叫他输入公尺，我们会叫他输入的是公分这个单位。好，那我们直接来试试看，执行，请输入您的身高，单位是公分，假设我 170.5 公分。OK， 我们这边输入的 170.5 就会覆盖过这里扫描器的呼叫码，会覆盖过变成这个样子。所以 height 这个变数储存的就是 170.5， 我再把它显示出来，它就显示出来了。但是我们这边 BNI 的公式，它身高的单位是公尺，并不是公分，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再把它除以100才会变成公尺嘛。也就是我们要把 height 这个变数里面储存的值去除以100，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做，我可以写 height 等于 height 去除以100。当我们写一个变数等于一个计算式的时候，如果等号的右方是一个计算的式子，那它会把等号右方的计算式先计算完之后，再把结果存放回这个变数里面。OK。所以如果我这边输入的是 170.5， 也就是这边会是 170.5 嘛。接着呢，我又写 height 等于 height 除以100，等号的右方是计算式，所以呢，它会先做右边的计算。现在 height 储存的是 170.5， OK， 所以这边是 170.5。我们先让它除以100之后，再存放回去 height 这个变数里面。那这样 height 这个变数里面储存的值就会是身高，而且单位是公尺了嘛。OK， 好，那我们来直接执行一次看看。他说请输入您的身高，我输入 170.5 公分。
它就会帮我们把它除以100之后，再存放回这个 height 变数里面，然后再显示出来，得到的结果就是 1.705。这样我们就成功的把身高从公分转换成公尺了。OK， 当我们写一个变数等于一个计算式的时候，就是会先把等号右方的计算式先计算完之后，再存放回这个变数里面。好，取得使用者输入的身高之后，接着我们还要取得使用者的体重，所以呢，我直接把这边复制一份。那我先把这个显示出身高的部分删掉，接着是请输入您的体重，那单位的话就用公斤。好，那变数的部分我也改一下，体重我把它叫做 weight， 这边一样使用 next double， 然后呢，我先把体重一样显示出来看看，点 print line weight， 好，执行。请输入您的身高，假设 160.5， 再来请输入您的体重，假设60公斤。它就显示出了 60.0， 因为我们是用浮点数的资料形态去做储存的，所以呢，它有一个0的小数点，那没关系。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有身高跟体重了，就可以去计算 BNI 了嘛。BNI 的公式是体重去除以身高的平方，这边我就用一个，我先把这行删掉，我就创建一个变数来储存 BNI 的数值。那一样我用 double BNI， 我就把这个变数叫做 BNI， 然后让它等于体重，也就是 weight， 去除以身高的平方嘛。那它的单位是公尺，这边我们已经把它转换成公尺了，所以这边我们就写 height， 平方的话就是自己去乘以自己嘛，所以这边我就写 height 乘以 height。不过我们希望这个计算式后面的 height 乘以 height 先做计算，才去跟体重做除法，因为这样子才会是体重去除以身高的平方嘛。如果我们希望一个计算式里面的某个部分先做计算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括号起来，用一对小括号把它括号起来，就跟我们在算数学的时候一样，如果你希望它先做计算，可以用小括号把它括号起来，这样这个计算式就会是这个部分先做计算，计算完之后才跟体重去做除法。好，那我们这边一样写一个变数，让它等于一个计算式的时候，计算式会先做计算，然后呢，结果再储存到这个变数里面。那这边计算完 BNI 的数值之后，我们就把它显示出来看看 system 点 out 点 print line BNI。 好，执行。请输入您的身高，假设 160.5 公分，再来输入您的体重，假设70公斤。它就计算出来了，我的 BNI 是 27.17。好，这边我再把它做的完善一点，我让它前面加上一个字串，显示的是您的 BNI 为，然后一个冒号，再加上计算出来的结果，执行。请输入您的身高，假设我的身高179，然后体重假设 50.5 公斤。他就说您的 BNI 为 15.76 多，再来试一次。我的身高假设 150.3 公分，体重假设 43.2 公斤。计算出来我的 BNI 为 19.12。好，这样我们就把这个 BNI 计算机完成啦，希望你也有把它做出来。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些数学计算的用法。假设现在我有一个变数 x， 里面储存的是10这个整数，如果我拿 x 去除以3，我们看看会得到什么样子的结果。我把它显示出来 system 点 out 点 print line， 然后把这边计算的结果显示出来看看，执行。可以看到得到的结果是3，但是实际上10除以3应该是 3.33333 多嘛？为什么会得到3呢？原因是因为现在我们的 x 它是用整数 int 这种资料形态储存起来的，
当我们用一个整数跟一个整数做运算的时候，它得到的结果只会是整数。OK， 我再讲一次，当我们用一个整数跟一个整数做运算的时候，它得到的结果只会是整数。所以虽然10除以3是 3.33333 多，但是我们拿整数跟整数做运算，它的小数点就会被省略掉，只给我们3的部分。如果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只要把这边的资料形态改成浮点数就可以了。我用 double 这个资料形态来做储存，那我用一个浮点数跟一个整数做运算，它就会是 OK 有小数点的结果。可以看到，即便是电脑，它也不是完全精准的哦，照理说应该是 3.33333，但是呢，它最后居然变成了一个5。OK， 即便是电脑也不是完全精准的。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运算符号，我先把这边的资料形态改回 int。新的运算符号是百分比这个符号，那百分比这个符号是取余数的意思。这边 x 百分比3就是去取得 x 除以3的余数。OK， 那现在 x 是10嘛，也就是10除以3的余数。那我们执行看看。就得到了1，因为10除以3是3余1嘛。如果这边我改成4的话，再执行一次，就得到了2，因为10除以4是2余2嘛，所以呢就得到了2。这个百分比是取余数的意思。再来，如果我想要把变数 x 里面储存的值加1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做？我先把这边注解掉。我们上一堂课说可以这样子写 x 等于 x 加1。当我们写一个变数等于一个计算式的时候，它会先做等号右边的计算式，然后呢，再把计算的结果存放回这个变数里面。现在这个变数是10，那我把10加1之后再存放回去，得到的结果就会是11嘛。这边我把它显示出来 ，x 执行，果然没问题，就得到了11。那其实 x 等于 x 加1，我们还可以把它简写成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把它简写成 x 加等于1。OK， 这两个写法是一样的 ，x 等于 x 加1，我们可以把它简写成 x 加等于1。所以我先把上面这边注解掉，我们再执行一次看看，可以看到得到的结果一样是11。那这个简写的用法，同样的也可以用在减法、乘法跟除法。比如说，今天我想要把 x 这个变数里面的值乘以2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写 x 等于 x 乘以2？因为它会先做等号右边的运算，然后再存放回去嘛。所以呢，我们执行，它就会先做10乘以2等于20，再存放回去，所以呢就得到20。那这边同样的，我也可以把它简写成 x 乘等于2，OK， 我把上面注解掉，再执行一次，可以看到一样得到的是20。那同样的，你也可以写 x 减等于2，那就是 x 等于 x 减2的意思，或者是 x 除等于2都是可以的。再来跟大家介绍几个数学运算上很好用的指令。第一个是比大小可以用的 math 点 max。那这个指令呢，就是我们可以做数字的比大小。比如说，我可以写10逗点5，在小括号里面，你可以写上2个数字，那它就会帮你比较这2个数字哪一个比较大，然后做回传。那我们之前有说过，做回传就是覆盖过原本呼叫它的地方，原本呼叫它的地方在这边，所以就是把这一块覆盖掉。10跟5是10比较大嘛，所以它会把10做回传，也就是覆盖过这边呼叫它的地方，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显示出来看看了。我把这一段贴到这里来，这个指令会把小括号里面数字比较大的那一个做回传，那也就是覆盖过呼叫它的地方，那是10比较大，它就会覆盖过去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们又把它写在 system 点 out 点 println 里面，所以就会显示出来嘛。我们执行看看，可以看到果然没错，就得到了10。如果我把这边改成12的话，再执行，就得到了12。那我们也可以把这里面的值改成变数，比如说这边我再创建一个变数 y， 让它等于28。那我们就可以把这边改成 x 跟 y 来比较哪一个是比较大的，执行。
显然是28比较大嘛，所以呢就显示出了28。那有比大，当然就有比小。比小的话，我们可以把这边改成 min。OK， 执行。可以看到就得到了10，因为28跟10是10比较小嘛。如果我把这边改成2的话，再执行，就得到了2，没有问题。好，我把这里把它写成2段 ，max 跟 min， 有比大有比小。再来，我们还可以做次方，比如说你想要做3的2次方，那这边我们可以使用 math 点 pow。你想要做3的2次方，那你就先写上，在小括号里面先写上3，然后逗号再写2，这样它就会做3的2次方，然后做回传。3的2次方是9嘛，那回传就会覆盖过原本呼叫它的地方，这边覆盖过去就会变这样子。好，我们来执行看看。果然就得到了9，或者是你想要做3的5次方好了，那我们执行看看。3的5次方是243，没有问题。再来，如果你有一个浮点数，假设是 3.666 好了，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做四舍五入的话，这边我们可以用 math 点 round， 然后把你想要四舍五入的那个数字写在小括号里面，它就会帮你把它做四舍五入，然后回传给我们。那我执行看看，就得到了结果是4。因为 3.6 四舍五入之后，这边已经超过了5嘛，所以呢就会进位变成4。如果这边我改成 3.466 的话，执行就会得到3。好，那有四舍五入，当然有无条件进位跟无条件舍去。如果我们想要做无条件进位的话，这边可以写 math 点 ceil SCEIL， 执行。就得到了4，因为它无条件进位嘛，不管这边是 3.466 还是 3.666 都会得到4。再来是无条件舍去，无条件舍去的话，这边我们就是改成 floor FLOOR， 好，执行。就得到了3，不管你这边 3.666 还是 3.966 都会被无条件舍去得到3。好，那讲到这边，你可能就会有问题啦。我们这边不管是四舍五入、无条件舍去跟无条件进位，它们都是做到小数点第0位。如果你想要做到的是小数点第1位、第2位或者是第3位，可以怎么做呢？我们拿四舍五入来当示范。如果你想要四舍五入到小数点第1位的话，你可以在它四舍五入之前，先把它乘以10。OK， 先把它乘以10。然后它四舍五入之后，再把它除以 10.0。OK， 这边之所以要加上点0，是为了让它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一个浮点数，因为前面有可能计算出来的是一个整数。那如果我们拿整数跟整数做计算的话，它得到的结果只会是整数。所以呢，这边我加上一个点0。好，我们执行看看。果然没错，它就四舍五入到了小数点下面第1位。那如果你想要四舍五入到小数点下第2位的话，就是把这边的乘把它变成乘以100，然后除变成除以 100.0 就可以了。我们执行，没有问题，就得到了 3.47。OK， 那以此类推，你想要到第3位，这边就是改成乘以1000跟除以 1000.0。那其他的无条件进位跟无条件舍去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想要做到小数点下第1位，就是先乘以10，然后呢，在外面再除以 10.0。好，我们执行看看。就做到了小数点下第1位 3.9。好，那以上就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些我们在做数学计算上面很好用的一些用法。再来，我们就利用新介绍的这些用法来修改一下我们上一堂课做的 BNI 计算机。好，这边是我们上一堂课做的 BNI 计算机，这里的 height 等于 height 除以100，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写成 height 除等于100嘛。OK， 可以把它简写成这个样子。然后再来下面的身高的平方的部分，我们可以使用上面介绍到的 math 点 pow 这一个指令嘛。
所以这边我可以把它改成 math 点号，然后呢里面就是 height， 它的平方就是它的2次方，然后呢最后计算出来的 BNI 是有很多小数点的嘛，我们来执行一次看看。输入你的身高，假设 170.5， 你的体重假设60公斤，得到 BNI 是 20.63， 然后一大堆小数点。如果我想要让它四舍五入到小数点下面第一位就好了，那我们就可以使用上面介绍到的 math 点 round， 我把它复制下来，我们就让 BNI 去做一下四舍五入，我让它等于 math 点 round， 然后呢我们把 BNI 传进来，那我希望它做到小数点下第一位就好了，所以呢我先让它乘以10，那做完之后再让它除以 10.0， OK， 好，我们来试试看。你的身高假设 170.5， 体重假设55公斤，没有问题，就得到了 18.9， 只有到小数点下面第一位，就没有那么多位小数点了。这样我们就成功的用了这些新介绍到的数学计算用法来更新了我们的 BNI 计算机。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if 判断句。if 判断句就是如果点点点就点点点。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说如果下雨就开车去上班，那这句话翻译成 Java 的话，就是我们先写上 if， 接着一对小括号，然后在这对小括号里面写上你的条件。现在我们的条件是下雨嘛，那下雨我用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我用一个布林值来把它储存起来。因为下雨就是是或否嘛，有下雨或者是没有下雨，所以呢我用 boolean 这个资料形态。那这边我把这个变数叫做 rain， 假设有下雨，这边我储存的是 true。好，那我就可以在小括号里面写上我的条件，我的条件就是判断有没有下雨嘛。接着呢在后面写上一对大括号，然后在大括号里面写上如果这个条件是成立的话，你要做的事情。现在我要做的事情是开车去上班嘛，所以这边我就写 system 点 out 点 println， 我就印出开车去上班。好，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可以看到它印出了开车去上班，为什么呢？因为 if 判断句就是后面这对小括号里面的条件，如果是成立的话，也就是如果它是 true 的话，那它就会执行后面这对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因为我们现在 rain 这个变数储存的是 true 码，表示现在是有下雨的。那有下雨的话，这边条件是成立的，它就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就印出了开车去上班。如果我把这边改成 false， 也就是现在没有下雨，那我们执行看看，可以看到就没有印出任何的东西，因为这边条件不成立，也就是是 false 的话，它就不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OK。好，再来，我们也可能会说，如果下雨就开车去上班，否则走路去上班。OK， 多了一个否则。那我先把上面这边复制一份，然后把它注解掉，把它贴到下面这边来。我们目前写的这一段是只有上面这一段嘛，如果下雨就开车去上班。如果你想要加上否则的话，那我们可以在后面再加上一个 else，else 就是否则的意思，然后一样一对大括号，然后你想要执行的程式码，你想要做的事情就写在这对大括号里面。否则我要走路去上班嘛，那这边一样，我把它印出来，我就印出走路去上班。好，那现在这个 if 判断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它会先判断 if 后面这对小括号里面的条件有没有成立，也就是这边是不是 true。如果是 true 的话，它就会执行这边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反之，如果不是 true 的话，也就是如果是 false 的话，它就会执行 else 后面这对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OK， 它就会否则，然后印出走路去上班。那我们现在 rain 这个变数里面储存的是 false 嘛，所以我们执行。可以看到它就印出了走路去上班，因为这边的条件不成立是 false， 它就会跳到否则这边去执行这里面的程式码。如果这边是 true 的话，我们再执行一次，
这边条件成立了，它就会执行这边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印出开车去上班。所以呢，我们除了如果怎么样怎么样，还可以加上一个否则，就是条件不成立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后面再加上一个 else 就可以了。好，再来，还有可能出现这样子的句子：如果大于等于65岁，价格是250，或是如果大于18岁，价格是300。再来，否则价格是200。我们要怎么样把这样子的句子翻译成 Java 的 if 判断句呢？我先创建一个变数来储存年纪，我把它叫做 age。假设有一个人的年纪是20岁好了，我想要判断这个人他要付的价格是250还是300还是200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写？我先写 if， 然后一对小括号，我们要先判断他是不是大于等于65岁。所以呢，我这边就写 age 大于等于65。如果这个条件是成立的话，那价格是250嘛，所以呢，我就在大括号里面印出 system.out.println 价格250。再来，它有一个或是如果，或是如果翻译成 Java 就是 else if，OK，else if 就是或是如果。那后面一样接着一对小括号，然后在里面写上条件。这边是或是如果大于18岁，所以呢我们就写 age 大于18，后面一样接着一对大括号，然后这边是说价格300，那我就把它印出来，价格300。OK，else if 就是或是如果，然后还有一个否则嘛，那否则刚刚上面说了就是 else。就在后面再接着 else 一样一对大括号，然后这边价格是200，我就把它显示出来，价格200。OK， 现在我们的年纪 age 是20嘛，我们执行看看。可以看到它印出了价格300，为什么呢？这边流程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它会先判断 age 有没有大于等于65，那20是没有大于等于65的嘛，所以这边条件不成立，条件不成立，它就会跳到下面的或是如果接着做判断。那或是如果我们判断的是有没有大于18，age 是20，20有大于18吗？有的，所以这边条件成立了，那它就会执行这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印出价格300，那这边的 if 判断句就结束了。如果我把这边的 age 改成80的话，我们再执行一次，可以看到它印出了价格250，一样我们再把整个流程顺一次，它会先判断 age 有没有大于等于65，那80有没有大于等于65？有的，所以这边条件成立了，它就执行后面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印出价格250，那下面它都不会管它了，整个 if 判断句就结束了。那如果这边我把年纪改成10岁的话，我们再执行一次，它显示的是价格200，为什么呢？一样流程顺一次，它会先判断 age 有没有大于等于65，10有大于等于65吗？没有，这边条件不成立，它会跳到或是如果这边接着去做判断，判断10有大于18吗？还是没有，那它就会跳到否则。OK， 跳到最后的否则，然后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印出价格200。OK，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多做判断的话，还可以加上或是如果，也就是 else if。那这个 else if 你可以加上很多个，可以不止一个。比如说现在我还想要再判断或是如果是不是大于10岁好了，那我这边可以再写一个 else if age 大于10。如果大于10岁的话，那我的价格是假设是280。好，那我们执行一次看看。它显示的是价格200，一样，我们整个流程顺一次。我把这边把它移上来。好，首先它先判断10有大于等于65吗？没有。那接着判断或是如果10有大于18吗？还是没有。接着判断或是如果10有大于10吗？没有。所有的条件都不成立，就到否则这边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OK。那如果这边我想要再多一个或是如果也是可以的，我就再写 else if。假设我在判断 age 大于5好了，那大于5的话，价格假设是270。那我们再执行一次，
就得到了价格270，为什么呢？一样顺一次，它先判断10有大于65吗？没有，那跳到或是如果10有大于18吗？没有，再跳到下一个或是如果10有大于10吗？没有，再跳到这边10有大于5吗？有的，条件成立，它就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印出价格270，整个 if 判断句就结束了。如果我这边改成30岁的话，我们再执行一次看看。就得到了价格300，为什么呢？因为它先判断30有没有大于65，没有，那跳到或是如果30有没有大于18，有的，那它就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印出价格300，然后整个 if 判断句就结束了。OK， 只要有一个条件是成立的，它就会直接结束。所以 if 判断句也可以加上或是如果，也就是 else if。那这个 else if 你想要加几个都是可以的。好，这个就是 if 判断句，我们可以利用它在不同的情况下执行不同的程式码。OK， 在不同的情况下执行不同的程式码。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些运算符号，其中有且跟或，还有 not 以及等于等于、惊叹号等于，还有点 equals 的用法。我们上一堂课是不是已经有做过数字的比较了？比如说我创建一个变数叫做 h， 它存放的是20，那我想要知道 h 它有没有大于10，我是不是可以写 h 大于10，然后这边把它显示出来，我们执行看看。可以看到显示了 true， 表示 h 它是有大于10的嘛。那如果现在我想要知道 h 它是不是在10到30之间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写？我先写30大于 h， 然后再大于10，我们做这样子连续的比较。好，我执行看看。可以看到发生错误了。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在 Java 里面，我们不能做这样子连续的比较，你一次只能做一个比较。你要么先比较30大于 h， 要么先比较 h 大于10，不能做这样子连续的比较。但是我就是想要知道 h 它是不是在10到30之间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到且这个运算符号。那且它是用这两个符号来做表示的。我们可以写30大于 h， 然后且 h 大于10。OK，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 h 是不是在10到30之间了。我们执行看看，可以发现得到了 true， 因为 h 是20嘛，它确实是有在10到30之间。这个且的符号就是只要左右两边都是 true 的话，它就会回传 true 给你。现在左边30大于 h 是成立的嘛，所以呢左边是 true， 然后右边 h 大于10也是成立的嘛，所以呢也是 true。且的左右两边都是 true 的话，它最后就会回传 true。OK， 于是就显示了 true。那反之，只要左右两边其中一边不是 true 的话，它就会回传 false。OK， 只要其中一边不是 true， 也就是说其中一边是 false 的话，它最后就会回传 false。我们来试试看。我如果把这边改成30小于 h， 那现在30有小于 h 吗？没有嘛，所以呢，这边会是 false。我们来执行看看。可以看到就得到了 false， 且的左右两边只要有一边是 false， 它最后就会回传 false。OK， 这边是 false， 然后右边是 true。那我们执行就会得到 false。那如果你两边都是 false 的话，当然也会得到 false。OK， 这个是且。那有且当然就有或，或的话是用这两个符号来做表示，这两个直线。那或的话就是左右两边只要其中一边是 true 的话，它就会是 true， 除非是两边都是 false， 它才会是 false。OK， 我们执行看看。得到了 true， 因为现在左边虽然是 false， 30小于 h 不成立是 false， 但是右边 h 大于10是成立的，所以右边是 true。只要其中一边是 true 的话，或它就会回传 true 给你。那我们把两边都改成 false， 也就是两边都不成立的话，我把这边改成 h 小于10，那这两边都是不成立的嘛，左右两边都不成立，都是 false 的话，我们执行就会得到 false。OK， 这个是且跟或。
再来是 not 运算，那它是用惊叹号来做表示。这个 not 运算就是相反的意思。如果你本来是 true， 经过 not 运算就会变成 false。如果你本来是 false， 经过 not 运算就会变成 true。比如说我本来有一个 true， 那如果我经过 not 运算，就是在前面加上一个惊叹号的话，那它就会变成 false。我们执行，可以看到就得到了 false。如果一开始是 false， 我经过 not 运算，它就会变成 true。所以如果这边我先做 edge 大于10的判断，我把它括号起来，我先做 edge 大于10的判断 ，edge 有大于10吗？有的，所以这边是 true 嘛 ，OK， 这边是 true， 但是我们前面又经过了这个 not 运算，就会变成 false。我们来试试看，执行，可以看到就变成了 false。反之，如果我这边把它改成 edge 小于10，那这边是不成立的，所以呢是 false。但是我们前面又经过 not 运算之后，它就会变成 true。OK， 这个是 not 运算，那它就是相反的意思，会把 true 变成 false， 会把 false 变成 true。再来，如果你想要知道两个值有没有相等的话，可以使用等于等于。比如说，我想要知道 edge 它有没有跟20相等好了，那我可以写等于等于20。好，我们执行看看。可以看到得到了 true， 因为 edge 就是20嘛，20是有相等于20的。等于等于就是判断左右两边的值是不是相等。如果相等就会回传 true， 不相等的话就会回传 false。比如说我把这边改成21，那 edge 有没有相等于21呢？是没有的嘛，它就会回传 false。OK， 就会回传 false。来，我们执行看看，可以看到就得到了 false。等于等于是相等，那我们想要判断是不是不相等的话，可以使用惊叹号等于。我如果想要判断 edge 是不是不相等于21，那我可以写惊叹号等于21。我们执行，可以看到得到了 true， 因为 edge 它是20嘛，20确实不相等于21，所以呢就回传 true。那如果这边是20的话，按下执行，就得到了 false， 因为20没有不相等于20嘛，所以呢就得到了 false。判断相等用等于等于，判断不相等用惊叹号等于。不过这边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 ，OK， 这边打星号就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字串的相等比较，你不能使用等于等于，要使用点 equals。比如说，现在我有一个字串，我把它叫做 name， 然后呢，它的值是 ABC 好了。如果我想要判断 name 它是不是相等于 ABC 这个字串的话，我不要这样子写，我不要写 name 等于等于 ABC 这个字串，我要这样子写，我要写 name 点 equals， 然后在小括号里面写上你想要比较相不相等的那个字串 ，OK， 要这样子写。那一样，如果相等的话，它就会回传 true； 不相等的话，就会回传 false。现在我们的 name 里面也是 ABC 这个字串嘛，所以呢是相等的。我们执行就得到了 true。如果我把这边改成 ABCD 再执行，就得到了 false， 因为它们不相等了嘛。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如果你想要做字串的相等比较，要使用点 equals， 不要使用等于等于或者是惊叹号等于。虽然你可能自己尝试过用等于等于跟惊叹号等于也是可以使用的，像是我们写 name 等于等于 ABC 这个字串，我们执行之后，也是得到 true 啊，或者是我这边写 name 惊叹号等于 ABC， 按下执行，也是一样得到我们想要的 false 啊。为什么字串的相等比较不能使用等于等于跟惊叹号等于呢？原因是因为现在我们介绍的资料形态里面，字串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它在有些用法的时候，我们这样子写会发生错误。那这个详细之后还会再跟大家做介绍，我就先示范一次。比如说我们创建字串的时候，还可以这样创建。那这边我写什么先不用管。OK，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创建一个 ABC 的字串，然后把它存放到 name 这个变数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拿 name 跟 ABC 做等于等于的比较的时候，我们执行就得到了 false。明明这两个字串都是 ABC 啊，我现在把 name 把它显示出来，
可以看到得到的是 ABC 这个字串没有错，但是我拿它跟 ABC 这个字串做等于等于的运算，我们按下执行就是得到 false。这边你就要使用点 equals， 然后把 ABC 这个字串放进来，才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答案，才会得到 true。这边改成 ABCD 执行就会得到 false。OK， 这边详细之后还会再跟大家做介绍，大家只要先记得，如果你要做相等的比较，可以用等于等于；做不相等的比较，可以用惊叹号等于。但是如果你在做字串的相等比较的话，请你使用点 equals 这个指令。OK， 在字串的后面写上点 equals， 然后在小括号里面写上你想要比较的那个字串，这样才不会发生错误。好，以上就是跟大家介绍的一些运算符号，有且跟或，还有 not， 以及等于等于、惊叹号等于，还有点 equals 的用法。接下来我们再来把之前的 BNI 计算机做个改良，除了可以计算出 BNI 以外，还要判断这个人的体重是什么状况，看他是体重过轻、体重正常、过重，还是轻度肥胖或者是中度、重度肥胖。那如果过轻的话， BNI 是小于 18.5， 那这边呢是各个体重的 BNI 范围，执行起来会像是这样。一样输入身高，假设170公分，输入体重，假设50公斤。计算出 BNI 是 17.3， 17.3 是小于 18.5 的，所以呢它的体重是过轻，那我们就印出体重过轻。我再试一次，身高一样170，假设这是我的体重是70公斤，BNI 是 24.2， 那 24.2 的话，它是在24到27这个范围内，所以体重是过重的，所以呢这边就显示出体重过重。我们就是要把之前的 BNI 计算机做这样子的改良，除了计算出 BNI 以外，还要根据这个 BNI 去判断它的体重是什么样子的状况，然后把它显示出来。好，讲到这边，你可以先把影片暂停，根据之前所学的，先自己做做看啦。好，希望你已经自己尝试过了，那我们就来做啦。这边是我们之前做的 BNI 计算机，我们先执行一次。它可以输入身高，然后输入体重，它就会计算出我们的 BNI 20.8。那我们现在除了计算出 BNI 以外，还要根据这个 BNI 的值去判断它体重的状况是哪一种，然后把它显示出来。这边顺便跟大家补充一下，我们之前说写2个斜线，然后后面就可以做注解了嘛。但是如果你有多行注解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写，我们可以写斜线星号，然后星号斜线，在这之间的所有文字都会被当成注解来看。OK， 这个是多行注解的写法，我们可以写斜线星号跟星号斜线，然后把你要注解的文字写在中间。好，这是一个小小的补充，那我们就来做啦。这边已经计算出 BNI 的值，接着呢，我们就是要判断这个 BNI 的值是在上面的哪一个范围，然后把它的体重状况把它印出来。首先呢，我们就先判断，如果 BNI 的值它是小于 18.5 的话，那表示体重是过轻的嘛。这边我就显示出 system.out.println 显示出体重过轻。我先把这里收起来。再来呢，还要判断，如果是在 18.5 跟24之间的话，体重是正常，所以这边我再多一个 else if， 判断如果它是在 18.5 跟24之间的话，那它就是体重正常，所以呢，这边我们可以先判断 18.5 小于等于 BNI and BNI 小于24， 18.5 小于等于 BNI， 然后 and BNI 小于24，如果这边条件是成立的，那我们就显示出体重是正常。好，再来还要很多个判断，我就把它复制多分一点。接下来是24跟27之间，所以这边把它改成24，这边改成27。如果在这个范围内的话，就是体重过重。这边是体重过重，再来是27到30，
所以这里改成27，这里是30。如果是这个范围，就是轻度肥胖。再来是30到35，30，然后35。那这个范围的话，就是中度肥胖。最后，如果大于等于35的话，就是重度肥胖嘛。那这里我们就直接写 else， 因为上面每一个条件都不成立的话，最后就是 else 重度肥胖。好，那我们直接来试试看执行。身高假设170公分，体重假设50公斤，计算出来的 BMI 是 17.3。那 17.3 是小于等于 18.5 的嘛，所以体重过轻没有问题。再来170公分，假设60公斤 ，BMI 20.8， 20.8 是在这个范围，所以体重正常没问题。再来170公分，70公斤 24.4， 24.4 是在这个范围，所以体重过重没有问题。再来，如果80公斤 27.7 这个范围，所以轻度肥胖没错。再来我们试试看90公斤，90公斤 31.1 就在这个范围了，中度肥胖没有问题。最后我们试试看，给他来一个110公斤 38.1 就大于等于35了嘛，所以呢重度肥胖没有问题。这样我们就成功的把这个改良版的 BMI 计算机完成啦。但是你可能会发现，我们的程式码其实可以再更精简一点，这边的判断其实可以再更精简一点。这里的 18.5 小于等于 BMI 其实是可以不用写的，还有这里的24小于等于 BMI， 以及这边的27小于等于 BMI， 还有30小于等于 BMI 其实都是可以不用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看if 判断句它是从上面判断到下面的，它先判断 BMI 有没有小于 18.5， 如果没有的话，它才会到下面的 else if 继续去做判断。那既然它到下面继续做判断了，表示 BMI 没有小于 18.5 嘛，没有小于 18.5， 反过来说就是大于等于 18.5， 所以呢这边 18.5 小于等于 BMI 其实呢是一个废话，因为上面条件不成立的时候，这边的条件就已经成立了 OK， 所以呢这边其实是可以不用写的。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如果 BMI 小于24是不成立的话，它才会跳到下面的 else if 继续去做判断嘛。那如果这边不成立的话，就表示 BMI 是大于等于24的，也就是说这句话是废话了，它一定是成立的，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写。以此类推，这边的这一句也是废话，这边的这一句也是可以省略掉的。OK， 因此我们的程式码是可以精简成这个样子的。好，我们再试试看。身高170，体重50，得到体重过轻，因为 17.3 嘛。再来170 60公斤，体重正常 20.8 没有问题。再来170 70公斤，体重过重 24.4 在这个范围吗？再来170 80得到 27.7 轻度肥胖没问题。再来170 90中度肥胖 31.1 没错。最后是170 110公斤，得到重度肥胖 OK 也是都是正确的。所以呢我们程式码还可以精简成这个样子。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switch 语句。那这个 switch 语句其实跟 if 语句是蛮像的。比如说我现在用扫描器去取得使用者输入的一个整数，那如果这个整数是1的话，我们就用 if 语句来判断。如果是1的话，我就显示出星期日；如果是2的话，我就显示出星期一，然后3显示星期二，4显示星期三，再来星期四、星期五，然后星期六。那如果它输入的不是1到7的话，我就显示请输入1到7。好，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假设我输入3，它就显示星期二，因为这边等于3的话，就是显示出星期二。我再执行，如果我输入5，就得到星期四，没有问题。那其实这边的 if 语句，我们可以把它替换成 switch 语句，像是这个样子。我先写上 switch，
switch， 接着一对小括号，然后把我们想要判断的那个值或是那个变数写进来。我们要判断的变数 none 我把它写进来，接着一对大括号，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判断当 none 的值等于1的时候要做什么，等于2的时候要做什么。这边我可以写上 case， 然后等于1的时候我写一个冒号，接着呢我帮它做个换行，然后缩排。如果等于1的时候，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显示出星期日嘛，把它贴过来。接着呢，我要写上 break， 然后一个分号。再来，我们判断当 none 的值等于2的时候，就是 case 2的时候冒号。那要做的事情就是显示出星期一嘛，这边把它贴过来，然后一样要写上 break。再来就是以此类推 ，case 等于3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显示出星期二，然后一样 break， 接着就是4。好，这边等我一下，我把它全部完成。OK， 我把它完成了。所以我们下面的这个 if 语句也可以把它替换成 switch 语句，像是这个样子。我们把想要判断的那个变数写在小括号里面。那当等于1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你就是写 case 1冒号，那要做的事情就是写在这里。那等于2的时候要做的事情等于3，等于4，等于5，等于6，等于7。好，我们来执行看看。我先把下面的注解掉，执行。现在我输入2，它印出了星期一，因为这边 case 等于2的时候，也就是 none 的值是等于2的时候，那它就会到这边做执行，显示出星期一。我们再执行。假设这一次我输入5，得到了星期四，因为 case 5的时候，也就是 none 它的值是等于5的时候，就会执行这边的程式码印出了星期四。好，我们再执行。假设这一次我输入8。可以看到就什么都没有显示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的 case 只有1到7嘛，所以如果它不是1到7的话， none 的值不是1到7的话，就什么事都不会做。但是我们下面的 if 语句，它如果不是1到7的话，我们还有一个 else 嘛，就是上面条件都不成立的话，它就会执行这边 else 的程式码。那 switch 语句一样也有相同的用法。如果上面的条件判断都不成立的话，它不等于1，不等于2，一直不等于到7的话，我们可以再加一个 default， 就是上面的条件都不成立的话，你要执行的程式码就写在这。我要执行的就是印出，请输入1到7。那这边特别注意，在这里就不需要再加上 break 了。好，我们再执行一次。现在我输入8。就得到了请输入1到7，因为这边的 case 如果都不成立的话，那不等于1，不等于2 ，case 全部都不成立，它就会到最后的 default 执行这边的程式码，然后印出了请输入1到7。那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每一个 case 里面的程式码，它最后都要加上 break，OK， 最后都要加上 break。如果你没有加上 break 的话，我们来试一次，我把这边都删掉。好，我们执行。假设我输入2，可以看到它印出了星期一、星期二一路到星期六，然后还印出了请输入1到7。如果你没有加上 break 的话，当它条件成立的时候，现在我none输入的是2嘛，也就是这边 case 2就成立了。当它条件成立之后，下面的所有它都会做执行 ，OK。所以这边就印出了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然后一路到星期六，甚至这边的请输入1到7都把它印出来了，都把它执行了。我再执行一次，如果这一次我输入的是3，那它就是从 case 3之后就会全部都做执行。case 3是印出星期二嘛，所以这边就印出了星期二，然后一路到下面全部都做执行，就一路印到了星期六跟请输入1到7。所以这边除非你有特殊的需求，不然每一个 case 的最后面都要加上 break，OK， 每一个 case 的最后面都要加上 break。那这边除了比较整数以外，我们也可以比较字串，比如说这里我请使用者输入的是字串，我先把这里注解掉，我用一个 string，
然后变数的名称我把它叫做 key， 这边我就是写 next line， 去取得使用者输入的字串，然后这边就改成 key。如果使用者输入的是字母 A， 我就让它显示出星期日，然后如果是 B， 就星期一，再来 C， D， E， F， G。那除此之外呢，最后我就给它显示出请输入 A 到 G。好，那我们执行看看。如果我输入 A， 它就显示出了星期日。我们也可以做字串的比较。这边如果输入的是 A， 它就是字串 A 嘛。那字串 A， 它就跟这里的 A 是相等的，所以呢，它就会执行这里的程式码。如果我输入的是 F， F 就得到了星期五，没有问题。如果我输入 A 到 G 以外的，假设我输入 K， 它就说请输入 A 到 G， 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做字串的比较，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 ，switch 语句不能做浮点数的比较。这边你写一个 3.5， 这样是不行的。OK， 它不能做浮点数的比较。所以相较于 if 语句 ，switch 语句是相对很不弹性的。不过如果你的 if 语句有很多这种 else if， 想要判断它的值跟某个值是不是相等的话，你也许可以考虑把它改成 switch 语句。OK， 这样子的写法呢，可能会比较精简一点。好，那以上就是跟大家介绍了这个 switch 语句，它跟 if 语句是蛮相似的。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资料形态，叫做 array， 中文是阵列，或者你可以把它叫做数组。array 这种资料形态是可以储存多个值。OK， 比如说现在我想要储存一些人名好了，那我可能会创建一个变数，我把它叫做 name1， 来储存第一个人名，假设叫小白。接着我还有第二个人名要储存起来，我可能创建第二个变数叫做 name2。那第二个人名假设是小黑，再来如果还有第三个人名，那我可能把它叫做 name3， 然后假设人名叫小灰。如果我们想要储存多个人名，是不是就要这样子做？如果你还有更多个人名要储存的话，可能还要创建更多的变数。那 array 这种资料形态呢，就是来解决这种问题，它可以一次储存多个值。像是如果我们想要储存多个人名的话，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写，一样先写上 string， 然后呢一对中括号，接着一样帮变数取一个名字，假设我把它叫做 names， 然后等于，接着一对大括号，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大括号里面写上要储存的值。那我现在想要储存的值是小白这个字串，接着呢中间用逗号隔开，还有小黑这个字串。再来，最后是小灰这个字串。OK， 我这样子写呢，就是创建了一个阵列，创建了一个储存字串的阵列。那我们在里面储存了3个字串，分别是小白、小黑以及小灰。如果我想要取得这个阵列里面的值的话，我们就写上变数的名称，然后呢一对中括号，接着要在这对中括号里面写上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就是代表你要取的那一个值是第几位。那在 Java 的世界里面是从0开始做计算的，所以小白是第0位，小黑是第1位，小灰是第2位。OK， 0、1、2。所以如果我在中括号里面写上0的话，就是取得这个阵列里面的小白这个字串，它是第0位嘛？我们把它显示出来看看 ，system.out.println。然后把它贴进来，好，我们执行，可以看到就显示出了小白。如果我把这边改成1的话，就是取得这个阵列的第1位0、1，所以执行就得到了小黑。再来以此类推，如果是2的话，执行就得到了小灰。那当然这边我们也可以再增加更多个字串，更多个值。假设我再加一个小黄。那我这边就可以取得第3位了嘛？0、1、2、3，执行，就得到了小黄。
那我们现在只有0、1、2、3，只有到第3位嘛。如果这边我取得第4位的话，它是不存在的，我们执行就会发生错误。OK， 那我们这边是创建一个字串的阵列，它里面存放的值就只能是字串，你不能在里面存放一个整数。比如说我写一个整数5，按执行，就发生错误了。如果你想要存放整数的话，你可以创建一个存放整数的阵列。那要创建存放整数的阵列，我们就先写 int， 然后一对中括号，接着一样帮你的变数取一个名字。假设我要储存很多个分数好了，那我把它叫做 scores， 一样接着一对大括号，然后就在大括号里面写上你要储存的值。假设有60分、50分、80分、70分 ，OK。好，那我们就一样取得 scores。假设我取得它的第0位，执行，就得到了60。那如果我取得它的第3位，得到了70，因为0、1、2、3嘛，这是第3位。同样的，如果你有很多浮点数的话，也可以创建一个储存浮点数的阵列。那我就先写 double， 接着一对中括号，然后帮变数取一个名字。假设我是储存很多人的身高，我把它叫做 height， 然后一样一对大括号，里面就可以储存你要的浮点数。假设 160.5、170.8， 然后 180.6， 再来是 150.7。好，假设储存了这4个值，那一样，如果我想要取得它，就是写上变数的名称，接着一对中括号，然后在中括号里面写上你想要取得的是第几位。假设我要取得第2位，0、1、2就是 180.6 嘛，执行就得到了 180.6。如果这边我写0的话，就得到了 160.5， 没有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去改变阵列里面的值。假设这个阵列的第0位我写错了，不是 160.5， 是 170.5，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改动。我就写 height， 然后0，第0位我想要把它改成 170.5， 我就写等于 170.5。好，这样子写呢，就是改动 height 这个阵列里面的第0位，把它改成 170.5。那我们再取得它的第0位，执行，可以看到它就变成了 170.5。同样的，如果我把这边的 scores 它的第1位改成90，现在原本是50嘛，0、1，第1位是50，被改成了90。那我们再取得它，把它显示出来看看，执行，就被改成了90。OK， 我们也可以去改动阵列里面的值。再来，创建阵列的方式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我们可以先指定阵列的大小。比如说，我想要创建一个阵列来储存人名好了，像是上面的这个样子。那其实我也可以这样子写，前半部分是一样的，我把它复制下来。但是在等号的右边，我们可以先去指定阵列的大小。我们可以写 new string， 因为这个阵列是要储存字串嘛，所以我写 new string， 接着一对中括号，然后就可以在中括号的里面写上阵列的大小。假设我想要指定这个阵列储存4个人名，也就是储存4个字串的话，这边我可以指定阵列的大小是4。好，那指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给这个阵列赋值了。我想要它的第0位是什么，我就写 names， 然后中括号0，然后让它等于假设第0位是小白这个字串，再来假设第1位是小黑这个字串，就把它做赋值的动作，然后第2位是小灰，然后第3位是小黄。OK， 我们也可以先指定阵列的大小，然后才去赋值。那我们一样来取得这边的第0位看看，执行，就得到了小白。如果我取得第1位的话，就得到了小黑。OK， 小黑。
那这种写法的好处是，有可能你一开始在创建阵列的时候，并不知道详细要储存的值是哪些，你只知道要储存几个值，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写。比如说，我一开始只知道要储存4个人名，但详细的名字我还不知道，我就可以先这样子做创建，然后等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之后，再一一的把它储存进去。OK。如果这边我还没有储存第3位的时候，第3位我还没有赋值给他，然后我就去取得，我们执行就会得到 no。OK，no 就是他还没有赋值，里面什么都没有。如果这边我一开始写的是6位，那一样，我的012只有3位嘛，3、4、5都还没有赋值，所以如果我去取得第4位，一样得到 no。如果取得第5位，也是得到 no。只要我们还没赋值就去做取得，就会得到 no。null。那这种先指定大小的创建方式，也可以套用到下面。比如说，我想要创建一个储存整数的阵列，我也可以这样子写，一样把它叫做 scores。这边应该是 score 才对。OK， 拼错了。然后我让它等于 new int， 一样一对中括号，然后就在中括号里面指定你的大小，比如说是6好了，我就写6，然后就可以帮它赋值啦。scores 它的第0位假设是50，再来 scores 它的第1位假设是60，好，我就赋值0跟1这2位就好了。那这边我一样先注解掉，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取得它。我取得第1位，执行，就得到了60。那如果我取得第2位，第2位还没赋值嘛，执行就得到了0。整数的阵列在未赋值的情况下去取得它，得到的会是0。那我们这边取得3，第3位一样还没赋值，也是得到0。同样的第4位还没赋值，也是得到0。OK， 好，那 double 的部分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先指定阵列的大小，我就写 double， 然后一对中括号，这边变数的名称我用一样的，然后我们就写上 new double， 接着一对中括号就可以指定大小了。假设我指定的大小是3，然后就可以赋值，这边叫做 height， 它的第0位，我给它的假设是 150.3， 好，我就赋值第0位就好了。那我们取得它的第0位来看看，执行就得到了 150.3。那如果取得还没赋值的第1位，得到的是 0.0， 跟刚刚的整数又不太一样咯。刚刚的整数还没赋值得到的是0，现在得到的是 0.0。那再来，如果取得还没赋值的第2位，一样得到的是 0.0。好，那以上就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个新的资料形态，叫做 array， 中文是阵列或者是数组，它可以储存多个值。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2D 的 array， 也就是2维的阵列。我们上一堂课说阵列它是可以储存很多值的资料形态，像是这个样子。我可以创建一个储存整数的阵列，然后里面储存了很多的值，很多的整数。那其实阵列里面的值也可以再是一个阵列，比如说这里面的第0个值，我可以再把它设定成一个阵列，也就是用一对大括号来写。假设里面储存的是10、20、30，那一样阵列里面的第0、1第1个值，我们也可以再让它是一个阵列。假设里面是40、50、60，再来这边的80也可以再让它是一个阵列。假设里面储存的是70、80、90。OK， 阵列里面是可以再储存阵列的。那我们在阵列里面再储存阵列的话，这样子的阵列我们就会把它叫做2维阵列。那想要创建一个2维阵列，我们前面就要写上2对中括号。OK， 在取值的时候一样写上2对中括号，然后在2对中括号里面都写上数字。
假设我写的是00，那就是先取得第一个阵列里面的第0个值 ，OK， 第0个值，它还是一个阵列。那接着我们再取得它的第0个值 ，OK， 取得这个阵列里面的第0个值。好，那我们执行看看，就得到了10，没有错。第一个阵列里面的第0个值，它还是一个阵列。接续呢，我们再取得它的第0个值。如果这边我改成1的话，那就是取得这边的0、1，这个20，我们执行就得到了20。那如果这边我写的是21呢，那就是取得第一个阵列里面的第2个值0、1、2，接着呢再取得它里面的第1个值0、1，就会得到80嘛。我们执行看看，果然就得到了80。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在阵列里面再储存阵列的话，也就是创建一个2维阵列，只要在前面写上2对中括号，然后取值的时候也写上2对中括号就可以了。那这边等号的右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我把它稍微调整一下，看起来会比较有2维的感觉。OK， 我这样子写呢，感觉比较有2维的感觉嘛，比较有一个平面的感觉。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它是一个长度是3，宽度也是3的2维阵列。那这样长度是3，宽度也是3，我们就把它叫做3×3的2维阵列。如果它是长度是4的话，比如说我这边再增加一个阵列，假设是10、20、30，那这样就变成长度是4，然后宽度是3了嘛，这样我们就说它是一个4×3的2维阵列，也就是第一个维度有4个值，1、2、3、4，然后第二个维度有3个值，1、2、3 ，OK。那这边除了创建一个储存整数的2维阵列以外，你也可以创建一个储存浮点数的，只要把这边改成 double， 然后里面就可以都写上浮点数了。OK， 同样的，如果你想要储存的是字串，那这边只要写上 string， 然后呢，这边就可以都改成字串了。这里我就不示范给大家看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玩玩看。好。那我们同样的也可以去修改阵列里面的值，比如说我想要修改这个80好了，它是在0、1、2，然后0、1，也就是在21的地方嘛。所以呢，如果我想要修改它的话，我就写 nonce， 然后2对中括号21，让它等于，假设我要把它改成100，那我就让它等于100。接着呢，我再把它印出来，执行。可以看到这样就被改成100了。OK， 我们同样的可以去修改阵列里面的值。再来，要创建2维阵列的话，我们也可以先指定大小。比如说，我想要创建一个2×2的阵列好了，那这边我可以写 new int， 然后一样2对中括号。那我想要的是2×2，就在这2对中括号里面都写上2，然后呢就可以去赋值了，可以把资料储存进去了。就写 nonce， 然后2对中括号，我把10储存到它的00好了。第一个维度是0，第二个维度也是0。再来呢，假设我把它的01储存20，那再来还有10跟11。假设这边是30，然后40。好，这边我先删掉。那我们这里就可以去取得它啦。假设我取得它的00，第一个维度是0，第二个维度也是0，执行就得到了10，因为这边我们是把它储存10嘛。如果我写的是01，执行，就得到了20。我们要创建2维阵列，也可以这样子，先去指定大小，然后再赋值。那我这边这样子写呢，就相当于是创建一个这样子的阵列。它是2×2嘛，所以第一个维度里面有2个值，第一个维度里面有2个值，那这2个值都是阵列。然后呢，第二个维度里面也是2个值，那我们这边00储存的是10，所以这边是10，再来01储存的是20，所以这边是20，然后10是30，再来是40。
OK， 我这样子写呢，就相当于是创建一个这样子的二维阵列。那如果这边我是指定成2、3，那也就是2乘3的二维阵列的话，这边我们就可以再去设定0、2，因为第二个维度可以有3个值嘛。然后呢，这边也可以再去设定一个1、2。假设这里我把它设定成60，然后这里是80。那我们这样子写呢，就相当于是创建一个这样子的阵列。这边0、2是60，然后1、2是80。OK， 相当于创建一个这样子的二维阵列，它是2，然后乘1、2、3。OK， 2乘3的二维阵列。好，那如果我们来取得它的1、2，执行。就得到了80，因为这边1、2我们储存的是80。好，那这边同样的，如果你想要储存的是浮点数，那这里就改成 double， 这里也改成 double。那如果你想要储存的是字串，这边就改成 string， 然后后面也改成 string 就可以了。好，那这里我就不示范给大家看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玩玩看。好，以上就是跟大家介绍了二维阵列2D 的 array， 我们可以在阵列里面再储存阵列。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while loop， 中文是while回圈。那回圈就是可以帮我们重复的执行某一段程式码，直到条件判断是 false 为止。它的写法是这样，我们先写上 while， 接着一对小括号，然后我们可以在小括号里面写上条件判断。假设我的条件判断是 i 小于3，那这边我先创建一个变数 i， 让它等于0。接着我们要在小括号后面写上一对大括号，然后就可以在里面写上我们想要重复执行的那一段程式码。假设我想要重复执行的程式码是印出 i 的值，我就写 system.out.println i， 然后呢，我都把 i 的值让它加等于1。OK。这个while回圈就是它会先去判断小括号里面的条件有没有成立，也就是它是不是 true。如果它是 true 的话，就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那执行完之后，它会再去判断小括号里面的条件有没有成立。成立的话就继续执行，直到小括号里面的条件不成立了，也就是它是 false 之后，它就不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OK， 我们直接执行一次看看。可以看到印出了0、1、2，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开始创建了一个变数 i， 它的值是0嘛，然后呢，我们就写了一个while回圈，那while回圈会先去判断小括号里面的条件有没有成立。一开始 i 是0， 0有小于3吗？有的，所以这边条件成立是 true 的话，它就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那先印出 i 的值，所以印出了0。接着呢，我们把 i 的值加1变成了1嘛 ，i 现在的值是1。然后再回去判断 i 的值有小于3吗？1是有小于3的，所以是 true。那它就进入大括号里面去执行里面的程式码。先印出 i 的值，现在 i 的值是1咯，所以呢印出1，然后再把 i 的值加1，所以现在 i 的值是2了。然后呢，接着再去判断2有小于3吗？有的，这边还是条件成立，还是 true， 就继续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印出 i 的值现在是2，所以印出了2。接着呢，再把 i 的值加1， 2加1变成了3，变成了3之后，再去判断3有小于3吗？没有，这边条件不成立，是 false 之后，它就会跳出回圈，所以呢就没有继续执行下去了，因此就印出了0、1、2。所以while回圈就是可以帮我们重复的执行某一段程式码，直到条件判断是 false 为止。如果我把这边改成 i 小于10的话，再执行一次。可以看到，它就印出了0到9，因为它会一直重复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直到条件判断是 false 为止。一开始 i 是0嘛，所以0有小于0，它就印出了 i 的值0。然后呢，把 i 的值加1变成了1之后，条件判断还是成立的，1有小于10，然后再印出1，再把它加1，然后就这样一路印到 i 等于9的时候。然后我们再把 i 的值加1变成了10嘛，那10有小于10吗？没有，条件不成立了，就会跳出回圈。那这边的 i 加等于1，其实我们可以再把它简写成 i 加加 ，OK，
i 加等于1，我们可以再把它简写成 i 加加。那顺便补充一下，如果是 i 减等于1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再缩写成 i 减减。OK， 所以这边我把它改成 i 加加，再执行一次，可以看到结果是不会变的，一样印出了0到9。那如果我把这边的条件判断改成 i 小于0呢？我们再执行一次，可以看到什么都没有印出来，因为一开始条件判断就不成立了嘛。0有没有小于0呢？没有，所以这边是 false 的情况下，它就不会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那坏有回圈它还有另外一种写法，我们现在的坏有回圈是会先去判断条件有没有成立，如果成立了，它才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另外一种坏有回圈是先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接着才去判断条件有没有成立。另外一种写法是这个样子，我先把它复制一份，然后把上面注解掉。我们先写一个 do， 然后呢一对大括号，接着你把你想要重复执行的程式码写在大括号里面，然后呢后面才写上while加上你的条件判断，最后要加上一个分号。这种while回圈就是它会先去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然后才去判断条件有没有成立。如果条件有成立，一样它会继续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所以呢，我们这个情况下执行，可以看到它还是印出了0，因为它会先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嘛。一开始 i 是等于0，所以它先印出了0，接着把 i 的值加1，所以呢，现在 i 的值是1。然后才去判断1有没有小于0，没有，条件不成立了，就会跳出回圈，不会继续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OK， 这种写法是会先去判断条件有没有成立，才做执行。那这种写法呢，是先执行才判断条件有没有成立。如果我把这边改成3的话，再执行，可以看到它印出了0、1、2。因为一开始 i 的值是0嘛，所以呢，它先执行里面的程式码印出了0，然后把 i 的值加1变成1之后，判断1有小于3吗？有的，成立之后继续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再印出 i 的值1，然后再把 i 的值加1变成2， 2有小于3吗？有的，所以继续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印出 i 的值2，接着再加1变成3， 3有小于3吗？没有，条件不成立了，就跳出回圈。OK。这是坏有回圈的另外一种写法。那回圈也很常跟阵列搭配做使用。假设这边我创建一个阵列，我把它叫做 nonce， 然后里面储存了10、20、30。如果我想要把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值都取出来，并且把它印出来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做。我就写 while i 小于 nonce 点 length。然后呢，在大括号里面写上 system 点 out 点 println nonce 中括号 i， 接着呢，一样是把 i 的值加1，那我们就写 i 加加，这样子写呢，就可以把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值都取出来，然后把它印出来。我们执行一次看看，可以看到果然就把10、20、30都取出来，并且把它印出来了。因为这边的 nonce 点 length就是去取得这个阵列它的长度，我先把这里注解掉。如果我们写某个阵列点 length 的话，某个阵列点 length， 那就是去取得前面这个阵列它的长度。那我们现在这个阵列里面有3个值，所以这个阵列的长度就是3。我把它印出来看看 ，system 点 out 点 println， 然后把这个阵列的长度把它印出来。可以看到就得到了3。当我们写某个阵列点 length 的时候，就是取得这个阵列的长度。如果我把这边改成10、20、30、40的话，里面有4个值了嘛，所以呢，这边长度应该会得到4。再执行，果然没错，就得到了4。所以呢，为什么这边这样子写可以取得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值呢？因为我们 i 开始等于0嘛。然后这边我的条件判断又写 i 小于 nonce 点 length，nonce 点 length 就是 nonce 这个阵列的长度。现在我们阵列的长度是4，所以相当于这边我写的是 i 小于4，
一开始 i 的值是0，所以0有小于4吗？有的，那有的话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这边印出了 nonce 它的第 i 个值，现在 i 是0，所以呢就是印出这边的10嘛。接着呢再去把 i 的值加1，所以现在 i 的值从0加1变成了1。1有小于4吗？有的，那进入大括号里面再印出 nonce 的第一个值，所以呢印出了20，再把 i 加1变成了2。2有小于4吗？还是有，所以接着印出2。然后再加1变成了3， 3有小于4吗？还是有的，接着再印出3，所以呢，它就会把0、1、2、3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值都印完了嘛。那3加1变成了4， 4有小于4吗？没有，条件不成立了，所以跳出回圈。OK， 所以这边如果我条件判断这样子写的话，然后每一次回圈结束前都把 i 的值加1，这样子就可以把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值都取出来，都可以把它印出来，我们执行。可以看到10到40就都印出来了。如果我把它再加上一个值50，再执行，同样的也是全部都把它印出来，都把它取出来。所以回圈也很常跟阵列搭配做使用，我们可以用回圈去把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值都取出来。OK， 以上就是跟大家介绍了while回圈 while loop。它可以帮我们重复的执行某一段程式码，直到条件判断是 false 为止。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种回圈，叫做 for 回圈 for loop。它跟while回圈一样，是可以帮我们重复的执行某一段程式码，直到条件判断是 false 为止。那其实 for 回圈就是把while回圈的3个部分浓缩成一个部分来写。它把while回圈的初始化，还有条件判断，以及每一次回圈跑完之后要做的调整、要做的改变写在了一起。它的写法是这样，我们先写一个 for， 接着呢一对小括号，然后小括号里面就要写上我刚刚说的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做初始化嘛，那以我们上面这个回圈的例子来说，初始化就是我们创建了一个变数 i， 让它等于0，所以呢我就写上 int i 等于0，然后一个分号。接着呢，第二个部分是条件判断。以上面这个例子来说，条件判断就是 i 小于3，所以呢，我写上 i 小于3，接着一个分号。再来第3个部分就是我们每次跑完回圈之后要做的变动，要做的改动。那这边每次跑完回圈要做的改动就是把 i 的值加1嘛，所以呢，我就写上 i 加加。那这里就不需要再加上一个分号了。然后后面加上一对大括号，大括号里面就是写上你想要重复执行的程式码。假设我想要重复执行的程式码就是把 i 的值印出来。好，我先把上面注解掉，我们执行一次看看。可以看到它就印出了0、1、2。这边的流程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它会先做初始化，也就是先执行小括号里面的第一个部分。那这边我们的初始化是创建一个变数 i， 让它等于0。接着呢，就进入第二个部分，条件判断。它判断 i 有小于3吗？如果有的话，就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那我们一开始把 i 的值设定成0嘛，所以0有小于3吗？有的，这边是 true 的话，就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印出 i 的值，所以呢，印出了0。那每次回圈结束之后，它都会执行第3部分。这边我们写的是 i 加加，也就是把 i 的值加1。一开始 i 的值是0，加1之后就变成1嘛。接着呢，要进入下一次回圈之前，一样先到第2部分做条件判断。i 有小于3吗？现在 i 的值是1， 1有小于3吗？有的，条件成立，就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印出 i 的值，所以呢，印出了1。再来一样，每一次回圈结束之后，就执行第3部分，把 i 的值加1。那现在 i 的值是1嘛，再加1就变成了2。然后呢，要进入下一次回圈之前，就到第2个部分做条件判断。2有小于3吗？有的，条件成立，进入大括号里面去做执行，印出 i。现在 i 的值是2，所以呢，印出了2。回圈结束之后，再到第3部分，把 i 的值加1。2加1变成了3。然后呢，再到条件判断这边，判断3有小于3吗？没有，条件不成立，所以呢，就跳出回圈。OK， 因此就印出了0、1、2。所以 for 回圈一样是可以帮我们重复的执行某一段程式码，直到条件判断不成立为止。只是它把初始化、还有条件判断以及每次跑完回圈要做的事情都写在了一起而已。我试试看，如果把这边改成 i 小于10的话，我们再执行。
可以看到它就印出了0到9。那如果我把这边的 i 加加改成了 i 加等于2的话，也就是每跑完一次回圈，我都把 i 的值加2的话，我们再执行。可以看到一开始是0，那跑完一次回圈之后，我就把 i 的值加2，所以呢，下一次就印出了2。再来4、6、8 ，OK， 那8再加2就等于10了嘛，10就没有小于10，所以条件不成立，它就不会在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因此呢，没有印出10。那这边我也可以反过来，初始化的时候，我把 i 设定成10，然后条件判断我是写 i 大于0。那这边的每次回圈跑完要做的事情，我写的是 i 减等于1。那我也可以把它再简写成 i 减减，这样子的话就是反过来从10印到1嘛，我们执行。果然没错，它就是从10，然后9、8、7一路印到了1。那这边顺便考一下大家，如果我们想要用 for 回圈来计算从1加到100的总和是多少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先把影片暂停，试着想想看可以怎么写。好，希望你已经尝试过了。我们可以这样子做，我先创建一个变数，让它来储存1加到100的总和，我把它叫做 sum， 一开始让它等于0。然后呢 for 回圈我就这样子写，初始值我让 i 等于1，然后条件判断我是写 i 小于等于100。接着呢，每一次做的改变我是让 i 的值都加1，因为我这样子写这个 for 回圈就是让 i 的值从1跑到100嘛，我们把它印出来看看。果然没错，它就是从1然后一路跑到100，这边我把它印出来。那我们想要计算它的总和的话，就是每一次都把 i 的值加到上这个变数里面就可以了嘛。每次进入回圈，我都把 i 的值把它加到上这个变数里面。我这样子写，上加等于 i， 那就是把 i 的值加到上这个变数里面。那加完之后，也就是回圈跑完之后，我再把这个变数上把它印出来看看。好，执行。可以看到得到了5050， 1加到100确实是5050，没有错。我们用一个 for 回圈，让 i 的值从1可以跑到100，然后再把它全部加总到一个变数里面。这样显示出来就是1加总到100的总和5050。那如果我想要计算1加到200的话，就是这边改成200就可以了，再执行就得到了20100。OK。再来 for 回圈，同样的也很常跟阵列搭配做使用。比如说这边我有一个阵列叫做 nonce， 里面储存的是10、20、30。我想要取得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值，把它印出来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写。我先把上面注解掉。我可以写一个 for 回圈，那初始值一样，我设定一个 i， 让它等于0。条件判断的部分，我就写 i 小于这个阵列的长度，那我们可以写 nonce 点 length， 然后每一次回圈跑完，我都让 i 的值加1，所以我写 i 加加。那我们要重复执行的程式码，就是我把这个阵列的值都把它印出来嘛，我写 system 点 out 点 println nonce， 然后中括号 i。好，这样子写的话，就可以得到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值 ，OK， 把它印出来10、20、30。如果这边我再加40，然后再加50的话，再执行，一样就是把它全部印出来10到50。那其实这边如果我们想要用一个 for 回圈去取得一个阵列里面的所有值的话，还有一个更简洁的写法，我把它复制一份，然后先把这边注解掉。我们可以改成这样子写，小括号里面我就写 int， 然后设定一个变数，假设我把它叫做 none， 接着呢冒号，冒号的右边就是写上你要取得所有值的阵列。那我要取得所有值的阵列叫做 nonce 嘛，所以这边我冒号的右边写上 nonce。这样子写的意思就是每一次进入回圈，它就会把这个阵列的下一个值储存到我们设定的这个变数里面。所以第一次进入回圈，它就是把这个阵列里面的第0个值储存到 none 这个变数里面。
所以呢，这边如果我把它印出来的话，把 none 印出来的话，第一次回圈里面印出的就是10。那接着进入下一次回圈，它就是把下一个值 ，OK， 这个阵列里面的下一个值20储存到 none 这个变数里面。所以呢，第二次进入回圈，这边印出的就会是20，以此类推，它就是印出10、20、30、40、50，我们执行。就得到了10到50一样。如果这边我再加一个60，再执行，它就印出了10到60。如果这边我再创建另外一个阵列，储存的是字串，那我把它叫做 names。假设里面有小白、小黑，然后小黄。OK， 有这3个人名，那这边如果我们想要去取得用复回圈去取得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值的话，我们就是这样子写，冒号的右边写上阵列的名称 names， 然后冒号的左边我们要设定一个变数来储存这个阵列里面的值。那因为这个阵列里面的值都是字串，所以这边要改成 string。然后呢，变数的名称假设我把它改成 name。那这边我就是印出 name， 这样子写呢，就是每一次进入回圈，它就会去取得这个阵列里面的下一个值，然后储存到这个变数里面。那我们就可以在大括号里面去做使用了。我每次都是把它印出来，它就会印出小白、小黑跟小黄。因为第一次进入回圈 name 它储存的是小白，第二次进入回圈储存的就是小黑，第三次储存的就是小黄。我们执行。可以看到就印出了这里面的所有人名。好，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用 for 回圈去取得一个阵列里面的所有值的话，这是一个更简洁的写法。OK， 以上就是跟大家介绍了 for 回圈 for loop， 我们一样可以使用它重复的执行某一段程式码，直到条件判断是 false 为止。接下来跟大家介绍槽状回圈，英文是 nested loop。那其实槽状回圈就是我们可以在回圈里面再放回圈，比如说我可以写一个 for 回圈，然后在这个 for 回圈里面我又写一个回圈，那我再写一个 for 回圈，这样是可以的。比如说第一个回圈我写的是 int i 等于0，然后 i 小于3 i 加加。那里面这个回圈呢，我变数的名称把它叫做 j。我一样设定 j 等于0，然后 j 小于3，然后 j 加加。那这边我们就把 i 跟 j 的值把它印出来 ，system 点 out 点 println 印出 i 跟 j， 那中间用逗号把它们隔开来。好，大家想一下，我这样子写，按下执行之后会显示出什么样子的结果呢 ？OK， 我们来执行看看。可以看到它显示出了00、01、02，然后10、11、12，再来20、21、22。这边的第一个数字都是变数 i 的值，然后第二个数字都是变数 j 的值。那为什么会印出这样子的结果呢？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 i 设定成0，然后条件判断 i 小于3， 0是有小于3的，所以条件成立，它就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那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也是一个回圈。一开始 j 设定成0，然后条件判断 j 小于3， 0是有小于3的，所以条件成立，它就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就是印出 i 跟 j 的值。现在 i 跟 j 都是0，所以呢印出了0.0。再来，它会执行这边的第三部分，把 j 的值加1，所以 j 的值现在变成了1。再来判断1有小于3吗？有的，条件成立，继续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印出 i 跟 j 的值，现在 j 加1了，所以呢印出0.1，然后再继续把 j 的值加1，那加1之后变成2， 2有小于3吗？有的，所以呢再执行把它印出来，就印出了0.2，然后再把 j 的值再加1， 2加1变成3， 3有小于3吗？没有，条件不成立了，它就会跳出回圈。那特别注意是跳出里面这个回圈而已，外面这个回圈还会继续。那这边跳出回圈之后，就意味着这边的程式码执行结束了吗？执行结束之后，它就会执行这里的第三部分。i 的值本来是0，那把它 i 加加 ，i 的值就会变成1。
变成1之后，再到条件判断这里，1有小于3吗？有的，所以它继续执行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那就会再执行这个回圈。那这个回圈就跟刚刚一样，它的 j 就是从0、1、2都跑过。那现在 i 的值是1嘛，所以呢，它印出的就会是1逗点0、1逗点1、1逗点2。好，那这边执行完了，一样执行这里的第3部分。那 i 的值再加1变成了2，2还是有小于3，再执行一次大括号里面的程式码，就是把里面这个回圈再跑一次。那一样 j 的值会是0、1、2都跑过。那现在 i 的值变成了2，所以呢就印出了20、21跟22。OK， 这个就是草状回圈，我们可以在回圈里面再写回圈。当然，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回圈里面再写回圈也是可以的，你想要写几层都是可以的。那这边如果你想要写while回圈也是可以，你想要while回圈里面再写while回圈，或者是for回圈里面写while回圈，或者是while回圈里面写for回圈都是可以的。好，再来考一下大家，假设现在我有一个2维的阵列，叫做 nonce， 里面储存了很多的数字，1、2、3。然后呢，4、5、6，再来7、8、9。假设我有一个这样子的2维阵列，那想要用槽状回圈去取得这个阵列里面的所有值，去取得这个2维阵列里面的所有值，可以怎么做呢？大家可以先把影片暂停，试着自己做做看。希望你已经做过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写？我把上面这边复制一份。然后上面这里把它注解掉，因为这个2维的阵列，它是一个3乘3的阵列，也就是第一个维度的大小是3，第二个维度的大小也是3，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槽状回圈，然后呢2个回圈都让它从0跑到2，也就是我们这边可以写 i 等于0，然后 i 小于3 ，j 等于0 ，j 小于3，这样 j 的值就会从0跑到2 ，i 的值也会从0跑到2，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写啦。2对中括号，然后第一个写上 i， 第二个写上 j， 这样执行就是去取得这个2维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值。OK， 它就从1印到了9，因为里面的值就是1、2、3、4、5、6、7、8、9嘛。那这边我也可以这样子写，我写 print， 那它就不会做换行，就会是1、2、3、4、5、6、7、8、9。这边我也可以再帮它加一个换行，我就写 system。out 点 print line， 然后什么都不写，那它就是直接做一个换行执行。那它就会是1、2、3，然后换行4、5、6，再换行7、8、9。如果我在这边再加上一个阵列，里面是5、6、7，我还是想要用这个槽状回圈去取得这个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值，可以怎么改呢？现在这个2维阵列已经变成了4乘3嘛，因为第一个维度有4个值，然后第二个维度有3个值，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这样子写，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把它做个调整，换行一下，这样子它就是一个长度是4，然后宽度是3的2维阵列嘛，所以呢，它是一个4乘3的2维阵列。那第一个维度是4的话，这边我们就把它改成4。第二个维度还是3，所以这边呢就不用动。那我们再执行，可以看到它就印出了1、2、3换行4、5、6，然后换行7、8、9，再换行5、6、7，就跟我们这个样子很像嘛。1、2、3、4、5、6、7、8、9、5、6、7。OK，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用槽状回圈去取得2维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值。好，以上就是跟大家介绍了槽状回圈 nested loop， 我们可以在回圈里面再写回圈。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回圈的 break 跟 continue， 我们可以在回圈里面写上 break 跟 continue， 不管是 for 回圈或者是while回圈都是可以的，像是这个样子。我写一个 for 回圈，初始值我设定一个 i 等于0，然后这边我写 i 小于10 ，i 加加。那里面执行的程式码，我就是把 i 的值把它印出来。我们先执行一次，这样执行的话，它就会印出0到9嘛。那这边我可以这样子写，我可以判断如果 i 的值它是等于5的时候，那我就写上 break。
这个 break 的意思就是直接跳出回圈。我们直接执行一次看看。可以看到我这样子写之后，它印出的结果就是0到4。为什么呢？因为回圈里面只要一遇到 break， 它就会直接跳出回圈，也就是回圈就会直接结束了。所以这边我写 i 的值等于5的时候就 break， 也就是直接跳出回圈，那整个回圈就结束了，它也不会执行下面的程式码了，因此就只印出0到4。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回圈遇到某些状况的时候就直接结束，就直接跳出回圈的话，你就可以使用 break。再来，我们也可以在回圈里面使用 continue。我先把这个 break 注解掉。假设这边我把它改成 continue， 那 continue 的意思就是直接进入下一次的回圈。OK， 我们直接执行一次看看。可以看到这一次它印出的是0、1、2、3、4，然后没有5，直接到6、7、8、9。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原因是因为回圈它只要一遇到 continue， 就是直接跳到下一次的回圈，直接进入下一次的回圈。所以这边我写当 i 的值等于5的时候就 continue， 也就是它会直接跳到下一次的回圈，它就不会执行下面的程式码印出 i 的值，所以呢就不会印出5。它会直接跳到下一次的回圈，把 i 的值加1变成6之后，再进入回圈里面。所以如果你想要回圈，在某些状况的时候做跳过的动作，就可以使用 continue。OK， 如果你想要跳出回圈，可以使用 break。如果你想要跳过回圈，可以使用 continue。那在while回圈里面的使用方法也是一样的。我把这边注解掉。我这边如果写一个 while loop。然后我先创建一个变数 i， 让它等于0。这边我写 i 小于10，然后大括号里面我一样就印出 i 的值。现在我直接执行一次，不要忘记最后来一个 i 加加。我执行一次，它一样是印出0到9嘛。如果我想要 i 的值等于5的时候，就直接跳出回圈。这边我可以写 if i 等于5的时候，就直接 break， 再执行。可以看到它就只印出0到4，因为当 i 的值等于5的时候，就会遇到 break， 那遇到 break 就是直接跳出回圈。这边我也可以把它改成 continue， 不过这边要特别注意，如果我这样子写的话，它会是一个无穷回圈。什么是无穷回圈？就是这个回圈永远都不会结束，因为你看这边我判断，如果 i 的值等于5的时候，我们就 continue， 也就是它会直接跳到下一次的回圈，下面的程式码都不会做执行，所以 i 的值还会是5。那它跳过这一次的回圈，再进入回圈里面 ，i 的值还是5嘛，5还是有等于5，所以呢这个条件依然成立，它就会继续再跳到下一次的回圈。那这时候 i 的值还是5啊，所以呢它就会这样一直跳进来，然后 i 的值还是5，再跳进来，就会这样子无限的循环，永远都不会结束。那我们就说这样子的回圈是一个无穷回圈。OK， 我只要在上面加上一个 i 加加，也就是在它跳过这次回圈之前，先把 i 的值加1，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们执行一次，可以看到一样，它印出了0、1、2、3、4，然后没有5，接着6、7、8、9。OK， 不管是while回圈或者是 for 回圈，我们都可以在里面使用 break 或者是 continue 来跳出回圈跟跳过回圈。接下来跟大家介绍怎么样在 Java 里面产生随机的数字。要产生随机的数字，跟之前在使用扫描器的时候很像，我们要先引入一个随机产生器。它引入的方法是这样，我们要在程式码的最上方写上 import java 点 util 点 random。我们之前在引入扫描器的时候是写 import java 点 util 点 scanner 嘛，那这边只是把它改成 random 而已。引入好之后，我们还要把它做创建才可以做使用。那要创建这个随机产生器，我们可以这样子写，先写上 random， 然后跟变数一样，帮它取一个名字。假设我就把它叫做 random， 然后等于 new random 一对小括号。接着我就可以这样使用它，我写 random， 这个 random 就是我们刚刚设定的名字 random， 然后点 next int，
一对小括号，这样子写，它就会随机产生一个整数给我们。那这边我用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把它产生的整数储存起来，我把它叫做 x， 然后我们再把它显示出来看看，把这个 x 显示出来，执行。可以看到它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数字，那我再执行，可以看到每一次产生的数字都不太一样。那它预设产生的整数范围是在负21亿多到21亿多的随机一个数字。如果我不想要范围这么大的话，也可以去指定它的范围。比如说我只想要产生1到3之间的随机一个数字就好了，那我就可以在小括号里面写上3。好，那我们执行一次看看。可以看到这一次产生了1，这一次还是1，再执行0、2。可以看到刚刚有产生0这个数字，所以这边我实际上写3的时候，它产生数字的范围是从0到2，并不是1到3。如果我想要它产生1到3的话，那这边我可以再把它加1，因为它随机产生0到2嘛，那我再把它加1就会变成1到3。好，我们再执行，这一次是1，再来2，再来1，再来2，1、1、1，怎么都没有3？哦，有了，有3。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指定产生整数的范围，也可以在小括号里面写上数字。比如说我写上3，那它产生的范围就是0到2。我如果写上6，那它产生的范围就是0到5。那我再把它加1，产生的范围就会变成1到6，就会变成像是一个骰子一样嘛。我们来执行，1、2、4、5、3、3、2。OK， 它就会像一个骰子一样，它产生的数字就是1到6，随机一个。那除了产生随机的整数以外，我们也可以产生一个随机的浮点数。这边我先把它复制一份，然后把这里注解掉。如果我们想要产生一个随机的浮点数的话，可以把这边改成 next double double。那这边的资料形态也要改一下，把它改成 double。变数的名称我一样把它叫做 x， 然后把它印出来，我们执行。可以看到就得到了一个浮点数。我们这样子写，它会随机给我们一个0到1之间的浮点数。OK， 随机给我们一个0到1之间的浮点数，再执行看看。0.78多，再执行0.61多。OK， 我们也可以产生一个随机的浮点数。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产生一个随机的布林值。这里我一样复制一份，然后注解掉。如果要产生一个随机的布林值，就是把这边改成 next boolean， 前面的资料形态也一样，把它改成 boolean， 那变数一样叫 x， 我们来执行看看。因为布林值不是 true 就是 false 嘛，所以它就是从两者之间随机挑一个给我们，这次得到 true， 再来 false， 再来 false， true， OK。所以我们可以引入随机产生器，接着创建它，然后就可以去产生随机的整数、随机的浮点数，或者是随机的布林值。接下来我们来根据之前所学的来制作一个猜数字游戏。这个猜数字游戏就是可以随机产生一个1到100之间的数字，给我们做猜测，玩起来会像这样。好，而且我们输入一个1到100之间的数字，那假设我输入50，它提示我们大一点，表示这个数字是在50到100之间。假设我猜75，他说大一点，那表示是在75到100，那我猜80，再大一点，我猜90，小一点，表示它是在80到90之间嘛，那我猜85，再大一点，85到90，那我猜87。再大一点，87到90，我猜89。猜对了数字，它就会跟我们说恭喜你答对啦，然后程式就会结束。OK， 我们就是要制作这样子的一个猜数字游戏，它会随机产生一个1到100之间的数字给我们做猜测。那我们在猜的过程中，它都会提示我们要大一点、小一点，然后猜中了就会跟我们说恭喜你答对了。好，大家可以先把影片暂停，根据之前所学的，试着自己做做看啦。OK， 我们来做啦，希望你已经尝试过了。
首先我们要先产生一个1到100之间的随机整数嘛。那要产生一个随机的整数，我们就要先引入随机产生器，这边我写 import java 点 util 点 random， 然后呢去创建它，我们可以写 random， 那这边取个名字，我把它叫做 random， 让它等于 new random。接着呢，我们就可以写 random 点 next in。那我这样子写的话，它随机产生的数字是在-21亿到21亿之间。如果我想要它产生的是1到100之间的话，这边我可以写100。但是如果我只有写100，它产生的随机整数是0到99。所以呢，这边我最后再把它加1，那就会随机产生1到100之间的一个整数。这边我把它储存到一个变数里面，我把它叫做 number。然后我先把它显示出来看看 ，system 点 out 点 println number， 好，执行。可以看到这一次产生了1，再来30、69、13、45、65、87、39、32，没有问题，都是1到100之间的随机整数。产生完随机的数字之后，接着我们就是要让使用者去做猜测了嘛。那这边我先印出system 点 out 点 println， 我说请输入1到100的数字 ，OK，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取得使用者的输入了。那我们要取得使用者的输入，可以使用扫描器。要使用扫描器，一样要先把它做引入，所以我们写 java import java 点 util 点 scanner， 然后呢，一样把它做创建。这边我就写 scanner， 然后帮它取个名字，我就把它叫做 scanner， 让它等于 new scanner， 然后里面要写上 system 点 in。OK， 那接着呢，我们就可以去取得使用者输入的整数。那我要取得整数的话，这边我写 scanner 点 next int。那这边取得到的整数，我一样用一个变数把它储存起来，我把它叫做 guess。好，那我先把它一样印出来看看，把这个 guess 把它印出来。好，我们执行一次。这一次随机产生的整数是4，然后他说请输入1到100的数字，假设我输入50，OK， 它就输出50，没有问题。那这边我们是想要让使用者无限的去做输入嘛，可以让他一直无限的去做猜测，直到他猜中为止。所以呢，这边我写一个 while 回圈，然后 while true， 这样子呢，它会是一个无穷回圈，它可以一直让使用者去做输入。我们再执行一次，请输入1到100的数字，我输入50，OK， 它印出50，再来它还叫我们继续输入。我再输入75，还可以继续输入60、66，没有问题。这样子写呢，就是可以无限的做输入，可以无限的做猜测。我先把程式终止掉，要把程式终止掉，可以按右上角的红色按钮。那这边使用者在做猜测的时候，我们要给他提示嘛。如果他输入的数字太大的话，要跟他说小一点；如果他输入的数字太小的话，要跟他说大一点。所以这边我就写一个 if 判断，如果使用者输入的数字，也就是 guess， 它是大于我们的谜底 number 的话，大于我们随机产生的那个数字的话，那我就要跟他说小一点嘛。这边我就把小一点把它印出来，小一点。那 else if 如果它不是大于谜底的话，使用者输入的数字不是大于谜底，而是小于谜底的话，那我也要提示它大一点嘛。这边我就印出大一点。再来，如果使用者输入的数字没有大于谜底，也没有小于谜底的话，那就表示 else， 那就表示它是等于谜底的嘛，也就是他猜中了。那猜中了，我就要跟他说恭喜你。答对了。那如果使用者答对了，我们就没有要让他继续做输入了嘛，也就是要让他跳出这个回圈了。所以呢，这边我再写上 break， 让他跳出回圈。
好，我们来执行一次看看。随机产生的谜底是70，那我们输入1到100的数字，假设我输入50，它就说大一点，因为70是大于50的嘛。那假设我这一次输入75，它就说小一点，我输入70，它就说恭喜你答对了，我们就答对了嘛，谜底跟输入的数字是一样的。好，那我先把这个谜底产生的谜底把它删掉，我们再玩一次。现在我不知道谜底是多少，我输入50，他说大一点，那我输入75，他说小一点，就是50到75之间的数字嘛，我输入60，再小一点，那就是50到60，我输入55，大一点55到60，我输入57，他就说恭喜你答对了。那这边我想要再把它稍微修改一下，我想要输入的数字是没有做换行，直接输入在冒号的后面，这边请输入1到100的数字冒号的后面。那我可以把这边的 system.out.println 改成 print， 那它就不会做换行了。我们再执行一次，请输入1到100的数字，假设我输入50，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输入就没有做换行了，是直接在冒号后面。他说小一点，那我输入25，再大一点，我输入40，小一点30，小一点28，恭喜你答对了。OK， 这样我们就成功的把这个猜数字游戏完成啦，希望你也有把它做出来。那这边特别注意，你的写法不一定要跟我完全一模一样，你的写法如果跟我不一样，但是执行起来是正确的，那也可以。程式不是只有一种写法，每个人的脑袋也不太一样，所以想出来的解决办法也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只要执行起来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就可以了。那这边如果你想要改变数字的范围的话，假设你想要猜测1到200之间的数字，那这边你就把它改成200就可以了，这里也改成200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要猜测1到1000的话，那这边就改成1000，这边也改成1000，OK， 以此类推。